重生回猪肉5毛1斤的80年代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挣工分，不是管弟妹，而是扛着锄头冲进了后山。屯子里的人都说我疯了，爹娘拦不住，弟弟妹妹饿着肚子，我头也不回。只有我知道，后山破庙地底下埋着2条枪和1块金疙瘩。当年4个落网的歹徒被逮捕了，逃到这边被抓，把家伙藏在了破庙里，后来才被一个放羊的发现。这一世我要抢在他前面，有了枪才能进山，才能打猎，才能让弟弟妹妹顿顿吃上肉。来到破庙，我抡起锄头就开始挖，不一会，一个麻袋就被我从地里拽了出来。打开麻袋，里面是8成新的半自动步枪，200发子弹，还有块2两的金疙瘩。我扛着枪进了深山，走了1个钟头，听见猎物动静，怕猎物闻着味，绕到下风口凑过去。灌木丛后，一棵橡树下有头野猪正拱血，端枪瞄准扣扳机打了2枪，野猪直接栽倒。我跑过去，又补了1枪在他脑门。这野猪得有200斤，我砍了木头绑成拖车，拖了2个多小时才到家，把野猪拖进院子，一屁股坐在上面，家人都跑出来惊得直愣。我扶着腿站起来，爹娘老弟，你们把野猪收拾一下，咱们中午吃肉。2个妹妹跳出来，笑得眼睛都没了，弟弟也笑着帮忙。我拉着爹娘进屋，把枪子弹和金疙瘩摆炕上，把挖东西的事说了。父亲迟疑着问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枪和黄金都是咱们的？我认真点头，这是除了我们3个人，谁都不知道。父亲端着枪端详，母亲擦着金疙瘩笑，咱去处理野猪。那3个小的都馋哭了，一家人忙前忙后，一桌子肉菜，吃得满嘴流油。隔天一早带足干粮，压满子弹进山，血盖满山林，一道影子窜过，是野兔，一枪打下来，处理好扔进麻袋。又走1个钟头，200米外灌木丛里有2只野鸡觅食，抬枪1枪，2只都倒了，正要捡，一只红狐狸叼起1只就跑。哎呀，你这是给我送肉还是抢食？太不尊重我的枪法了！抬枪1枪，狐狸直挺倒在雪地里，狐狸皮毛值钱，赶紧处理好。看太阳过了中午，啃着大饼子继续找猎物，没再碰到合适的。想起猎户说的狍子沟，一看自己就在沟外围，轻手轻脚往里走2-3里地后，300米外有6、7只狍子啃嫩芽，蜜蜂压低身子凑到100米处，连开6枪，3只狍子倒地，1只抱头毙命，50来斤；1只脖子中弹抽搐，30多斤，还有1只伤了腿，活着。活狍子更值钱，决定明天去县城卖。拖着猎物下山到一处山谷，1里地外有3个人戴狗皮帽子，穿皮毛大衣，拿枪朝我跑，还大喊。我端枪戒备，突然1声枪响，子弹擦着耳朵过，我特么这是要整死我！往左一跳，趴在大树后，又2声枪响，子弹打在树上，没动静后，我滚到灌木丛后，看见1人瞄准，2人往这边跑，瞅准时机，对着跑的2人开2枪，闪回灌木丛，又滚到另一处掩体，只见那2人趴在地上，没气了。第3人不见了，等了10多分钟，一棵大红松树后扔出个狗皮帽子，那人在树后想引我出去，我没动，2分钟后他就顶不住了，没帽子冻得慌，他喊：兄弟，我认栽了，求求你放我一马吧！我没吭声，继续瞄准，他又喊：大爷行行好，小的保证马上就走，再也不上这片地界来了。10分钟后，他试探着探身子，然后朝7、8米外的灌木丛跑，我起身开2枪，他惨叫着倒地，过去查看，人已经死了，另外2人也奄奄一息。我放下枪，瘫坐在雪地上缓了半天，打开他们的麻袋，里面有10几张动物皮毛，3、400发子弹，还有2根30公分长的野人参，还收了他们3把老旧的莫辛内干步枪，他们不是本地人。想起父亲说隔壁村几个独居猎户失踪了，这3人8成是凶手。处理好现场，拖着东西下山，天黑才到家，家人跑出来接我，母亲说不出话，弟弟妹妹帮忙搬东西，我拎着麻袋叫父母进屋，把遭遇说了一遍。母亲掉着眼泪摸着我检查，儿啊，咱别进山了，就种地挣工分也挺好，苦点累点没关系，爹娘你们不必担心，今天这事跟进不进山没关系，我就是碰着劫道的，劝了半天才打消2老的顾虑。一家人商量好，除了2根人参不卖，其余都去县城卖。隔天借了辆骡子车赶去县城，快10点到集市，拴好骡子吆喝，吸引了不少人，讨价还价后卖猎物到手50块，跟正式职工1个月工资差不多。那年代猪肉才5毛钱1斤，打算去供销社卖那3人的东西，刚走出集市就看见了赵雪兰，我牵着骡子站在路边直直看着她。很快一个中年妇女呵斥：赵雪兰，今天你必须得给我嫁过去。赵雪兰哭了，妇女又急又气，那彩礼都用在你那要账爹身上，还有你那败家的弟弟，那可是600块钱啊，你让娘怎么办？妇女也哭了，我走过去直勾勾看着赵雪兰，她抬头看见我破涕为笑，一拳打在我右肩，你又整这啥样？赵雪兰娘怒了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关系已经多长时间了？阿姨您好，初次见面，先请您原谅，晚辈请您不经雪兰同意，私自给雪兰包办婚姻，这是违法的。赵雪兰娘惊得睁大眼睛，半张着嘴，突然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这可咋整啊？这可是600块啊，砸锅卖铁我也拿不起啊！赵雪兰低下头，咬着嘴唇哽咽，我开口，不就是差钱吗？我给你拿不就完了吗？真的吗？姑爷！赵雪兰娘一下子站起来，我转头看赵雪兰，她没反应，我皱着眉说，你听没听见我跟你娘说啥呢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跟你娘商量，我把那600块钱拿上，给他们还回去，你跟我结婚，咱俩过日子，明白了吗？赵雪兰低下头，了一声，这样吧，你们先跟我去趟供销社，然后咱们先把那600块钱还了，再商量结婚的事。赵雪兰和她娘坐上骡子车，跟我去了供销社，她娘守车，我和赵雪兰进去，把皮毛甩在收皮毛的柜台上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柜台老板报价，优等虎皮1张630块，上好紫貂皮1张370块，最终讨价还价，一共卖了2000多块。出来后，我看见赵雪兰娘盯着剩下的狍子肉，她家5口人，爹身体不好，全靠她娘撑着。出集市时，看见一个摊位，30来岁的女人卖3只大黑狗和5只小狗，这3只大黑狗适合赶山，跟摊主谈好，100块打包拿下，狗通人性。围着我闻了闻，就蹲在旁边。走了10里路，赵雪兰娘开口，姑爷啊，你看咱后面那4个骑马的，你认识吗？从县城一直跟在我们后面。我回头一看，不是本地人，这年头2000多块是巨款，他们8成在供销社盯上我们了，让娘俩赶车先走，自己端枪压满子弹，钻进林子里。
4个骑马的过来，一人说：“大哥，咱非得惹那赶山的吗？那种人可比咱们下手狠多了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是啊，大哥，那小子卖枪都是好几把的，手里肯定还有更好的，咱又不是非得今天动手，踩好点半夜再动手，清理干净后放把火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”我抬手2枪，前排2人从马上栽下来，另外2人吓得不敢动，马儿乱蹦，又开2枪，第3人惨叫着摔下来，最后一个领头的掉头就跑。我跑到马路上，端枪瞄准100米外的领头人，一枪打过去，他从马上摔下来，快速清理现场，缴获不少物资，牵走2匹没跑的马，往娘俩方向赶。20多分钟后赶上骡子车，赵雪兰娘问姑爷：“你那朋友都走了呀？”“都走了，他们是给我送马的朋友，我骑马先把东西送家去，在屯西边的椴树下等你们。骡子车太慢，晚了不安全。”娘俩点头，我对着赵雪兰笑了笑，骑马疾驰而去。3只猎狗跟着跑，没多久就到家。老两口看着我牵着2匹马，3条大狗，背上还背着5只小狗，惊讶地问：“这是在哪整的马和狗啊？还一下子整这么多？”没敢说遇着强盗，谎称都是集市上买的。母亲立刻黑着脸：“你就知道这么败家，挣点钱不知道留着娶媳妇。”我笑着把3条大狗拴在屋门口，父亲已经牵着2匹马进了棚子。我提起装小狗的背篓，走到父亲跟前：“爹，你抽空给这5个小狗垒个窝呗。”父亲一愣，眼看就要发火，我赶紧掏出早上买的长白山香烟塞进他手里。父亲看看烟，怒容全消，嘴角还带笑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学会讨好你爹了，那我就多来2个。还有那仨大狗呢？”我又抽出1张大团结塞进他手里，小声说：“悄悄的，别让我妈知道。”父亲美滋滋攥着钱，偷偷瞄了眼母亲，那模样差点让我笑出声。我从兜里拿出几把大团结，数出一部分放回兜里。母亲瞅见，立马窜过来：“那些东西卖了这么老多钱吗？”边说边自然的把钱从我手里拽了过去。我把赵雪兰的事跟母亲说了，还说他们娘俩可能已经到村西那几棵树下。母亲立马放下钱，惊喜的问：“这么说，你自己找到媳妇了？”我点点头：“这不打算一会就去他家了吗？”母亲激动的没了分寸，窜到院子里喊：“他爹啊，儿子自己找到媳妇了，再也不用求那几个别种介绍人。”父亲正在垒狗窝，连忙问：“谁家姑娘？多大了？”母亲把我和赵雪兰的事说了。父亲高兴地点上烟，大声道：“老婆子，今晚咱家必须吃点肉庆祝一下。”跟父母打了声招呼就出门，不到3分钟就看见等在树下的娘俩，接过缰绳，赶着车拉着他们往赵雪兰家去。10几分钟就到了，他家比我家还穷，牵着骡子车进院，拴在晾衣服的柱子上。赵雪兰父亲带着弟弟妹妹全出来了。我笑着上前：“叔叔您好，我是雪兰的同学小远，这是弟弟和妹妹吧？常听雪兰提起你们。”赵雪兰父亲笑了，连忙招呼我进屋。寒暄过后，掏出600块递给赵雪兰母亲。提起结婚的事，赵雪兰父亲一直没说话，这个家是当妈的做主。赵雪兰母亲接过钱，急急忙忙出了门。半小时后，她拿着欠条回来，我笑着问：“叔婶子，你们看我跟雪兰的婚事该怎么办呢？”赵雪兰母亲大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姑爷啊，我不早就答应你了吗？还着急了呀？一会吃完饭他就跟你一起回家，你可得好好对他呀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赵雪兰父亲解释：“这年头也没法操办，你也看到咱家啥情况，只要你俩好好过日子就好。”我点头道：“叔婶子，我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雪兰的。”赵雪兰红着眼站在旁边看着。雪兰父母要去做饭，我看家里实在没什么吃的，开口道：“娘，你别忙活了，我还得把骡子车还回去。等过几天我赶山打着猎物，我跟雪兰在一起回来，把这顿饭补上。”丈母娘客套了几句，我领着雪兰出门，从车上拿下2块狍子肉，假装埋怨：“雪兰，你看你这丢三落四的，怎么还把肉给忘了？”说着递给小舅子，又掏出100块塞给雪兰，给家里表示表示。赵雪兰带着哭腔对父母说：“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，你们多保重。”我上前说我们2家就离几里路，想回走几步就到了。众人都笑了起来。赵雪兰跟着我赶骡子车回家，半小时就到了。我大喊：“爹娘，我把媳妇接回来了！”老两口立马从屋里跑出来。赵雪兰满脸通红地说：“爹娘，我是你们的儿媳妇，我叫赵雪兰。”老两口满脸欣慰。母亲一把拉着赵雪兰进了屋，一家人坐在炕上商量婚事，定在3天后，决定明天进山为酒席做准备。当晚母亲做了10个菜，赵雪兰十分感动。吃饱喝足后，一家人入睡休息。第2天一早神清气爽，打点好装备，跟家人打了招呼，拖着爬犁进山。这次打算去4、50里地外的野猪林，那里野物多，危险也多。走到离野猪林还有10几里地，听见林子里有动物惨叫声，立刻掏出步枪慢慢挪过去，躲在雪坑里一看，一只土豹子正拖拽着一只200来斤的梅花鹿，梅花鹿还没死透，土豹子昼伏夜出，皮毛值钱，一张上好的豹子皮最少1200块。当时离豹子300多米，没把握开枪，弓着身子悄悄靠近，到200米处时，豹子开始就地啃食梅花鹿，端起枪瞄准豹子脑袋，砰砰2枪，豹子直接倒地。赶紧处理好豹子和梅花鹿，绑上爬犁，骑马拖着往家赶。中午12点回到家，一家人看到猎物都很惊讶，纷纷动手处理。午饭时母亲炖了狐狸肉和鹿肉，饭后父亲告诉我，发小张大彪上午来找过我，让我回去后去他家一趟散步消食。半小时后到了张大彪家，张大彪高兴地迎上来：“兄弟，听说你最近赶山搞了不少狠货，以后你带着我一起赶山如何？”我惊讶地问：“赶山起码要有枪吧？你有吗？”张大彪拍拍胸脯：“我家有把莫西内干步枪。”我摆摆手：“那行吧，我明天早上7点刚好要去赶山，你能说服你爸妈你就来吧。”说完转身回了家。隔天一早刚吃过早饭，张大彪就背着莫西内干跑了过来，脸上还有巴掌印，一看就和家里吵过架。没多问，整理好装备，带着他往野猪林去。个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，走了不到2里地，就发现10几头野猪聚集嬉戏，最大的有500多斤。我正琢磨对策，张大彪却鲁莽的要往前冲，我赶紧拽住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命了吗？”冷静后我跟他说：“一会咱俩绕树过去，悄悄爬到前方那块大石头上，趴在上头开枪，千万别恋战，有情况直接上树。”张大彪没反驳，却满脸激动，还没等站好位置，他就抬枪开了1枪，野猪群瞬间炸锅，嘶吼着冲过来。我大喊：“不好，危险，快爬上那个大石头！”一跃爬上石头，转头却看见张大彪还在原地开枪，好几枪都没碰到野猪，野猪冲到离他几10米远。我大喊：“你不要命了，快点过来！”等他子弹打光才反应过来，吓得丢枪就跑。千钧
均一发之际，端起枪连续扣动扳机，前排好几只野猪被放倒，剩下的野猪还在冲。张大彪抓起木棍起身搏斗，躲过第一波冲锋。我迅速装弹上膛，再次疯狂扫射，直到子弹打光，剩下的野猪死的死，跑的跑。张大彪瘫坐在地上，双眼无神，清点了一下，一共9头野猪，最大的将近半吨，掏出匕首给野猪放血，忙活半天处理好，把中小型野猪优先装上板车。张大彪这才回过神，过来帮忙。路上我对他说：“彪子，赶山的规矩你也知道，你今天表现太拉胯了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野猪怎么分？”张大彪红着脸说：“哥，你说咋分就咋分呗。”我说：“按规矩来，一共9头野猪，大概2400斤，你是新手占2股，分你1头500斤的成年老野猪，再分1头130-140斤的小野猪，怎么样？”不料张大彪想了想说：“要不那成年老野猪我就不要了，换一个300多斤的就行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不用，打了这么多，我不差那点猪肉，就按我说的分。之后我俩一路没说话，疾驰回家。到家后卸了野猪，又赶着拖车把2头野猪送到张大彪家。午饭时想劝他放弃赶山，却总被他打断。饭后我俩再次进山，把剩下的野猪运了回来。送张大彪到家时，天已经完全黑。张大彪问道：“咱们下次啥时候再进山？”我一点没惯着他：“彪子，咱俩兄弟一回，你是咋好意思说下次的？你还想坑死我吗？”下一秒张大彪板着脸：“还兄弟呢？你就这么当兄弟啊？”我怒火瞬间爆发：“你也好意思说这话？就你这样，啥也不是。”说完没再搭理他，牵着马借着月色回了家。到家一看，一家人正忙得热火朝天，转头看见赵雪兰在蟹肉，想起老丈人一家，就跟我娘说：“娘，留1头大点的野猪，办酒席请客后，我给老丈人他们送去。”赵雪兰听了红了眼眶，跟着家人忙到半夜才收拾完。转眼到了办酒席的日子，亲戚们都来了，母亲忙前忙后整了2桌子菜，屋里人声鼎沸。饭后喝得满脸通红的老姑父郭大林在院子里端详着3只大黑狗，随后找到我：“你这3个这么好的猎狗哪里弄来的？”我把买狗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好奇问：“姑父，你是怎么看出是好猎狗？”郭大林指着最大的黑狗：“看到背上那几条伤疤了吧？那都是熊瞎子抓的。”又指着其中一条辅助狗：“你看那狗脖子后一点少4撮毛的地方，那8成是狼咬的。”我彻底震惊了，随后领着他去看5只小狗仔。他看到1只小黑狗，眼前一亮，抱起来端详半天，呼出一口气：“好狗啊，跟狼崽子比也不差啥。”我趁机说：“老姑父，我赶山手法太差，以后你带我行不？”郭大林皱着眉，不太愿意。我赶紧把这几次赶山经历复述一遍，拍着胸脯说自己枪法绝对硬。磨了半天，他终于答应带我一段时间，还笑着说：“过几天我和几个猎人要打个大型狗围，正好让你见识见识。”我打趣道：“跟着姑父混，一天吃9顿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拖着2头野猪带赵雪兰回了娘家。丈母娘一家看到野猪，高兴坏了。中午丈母娘做了1桌子好菜，吃饭时小舅子赵小雷说想跟我赶山，想起张大彪的教训，不想答应。老丈人开口：“姑爷啊，不用管我跟你娘，我们都同意。”没等我拒绝，赵雪兰说：“要不你就带小雷赶山吧，多少能让家里日子好过点。”我点了点头答应了。赵小雷高兴的差点从炕上窜起来，我赶忙说：“你跟我进山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”他连忙点头：“那必须的，一切行动听姐夫的。”我又说：“一会你跟我回我家，我拿1支莫辛内干送给你，这些天你就在屯子附近打打野鸡野兔，练练枪法。”赵小雷激动的2眼放光。当天下午回了家，拿出枪教他拆解保养，让他操作1遍。没想到他只看1遍就熟练复原了操作，速度还比我快。教了一阵才送走他，回到屋躺在炕上，琢磨着明天跟老姑父学打猎的事。隔天一早，清点好装备，直奔老姑父家。他养了4条猎狗，见我进来，猎狗叫唤起来，被他一声呵斥就停了。寒暄几句后便进山了。老姑父递给我1个麻袋，自己拎1个，徒步往前走。他指着雪地上的野兔脚印，顺着走了100多米，在灌木丛前停下，掏出烧黑的细铁丝套子，撑开拧在树枝上，边弄边解释：“铁丝不烧黑会反光，野兔会察觉，它们觅食来回1条路，套在灌木丛间成功率高，还不能破坏脚印。”他又折松树枝扫掉我们的脚印，在树上做了记号，之后又教我下不同的夹子。往深山走了1个多小时，他停下观察傻狍子，提议：“这脚印说明狍子刚过去没多久，里面还有没被风吹走的细微血沫子，这叫掐踪，是赶山人的基本功。”顺着脚印走了10来分钟，在200米外的大树下发现4只狍子。老姑父说：“我左边那一大一小，右边2个闺女。”我数3个数，咱们同时开枪。我俩几乎同时开枪，4只狍子全栽倒在地。老姑父意外的看我：“你小子枪法不赖嘛。”我拍着胸脯大笑。处理完狍子，在背风的山坳生火，用小锅煮狍子心肝肺，烤狍子肉，就着玉米面大饼吃了一顿。吃饱后继续逛，不到1个小时，我们同时停下。老姑父笑问：“咋的，你也发现了？”我说：“看这蹄子印，应该是1大2小3只野猪。”他满意拍我肩膀：“你小子真是块打猎的好料子。”顺着蹄印追过去，靠近到100米左右，还没等老姑父数数，大野猪就撒腿跑。我迅速瞄准，一枪击中他要害，2只小野猪也被我俩开枪放倒。老姑父激动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你这枪法简直神了呀！”处理好野猪，拉上拖车下山，路过早上的陷阱，收获了5只野兔和3只野鸡。回去的路上，老姑父要把猎物平分，我不同意，按规矩我是学艺的，不能多拿。最后只拿了1只小野猪和几只野兔。到老姑父家，老姑非要留我吃饭住下，我惦记着赵雪兰，借口路不远，天要黑了，骑着马拉着猎物便回了家。到家时天还没黑，2个小妹听见声音，冲出来扑进我怀里喊：“哥哥！”我摸了摸他们的脑袋，让他们进屋。这阵子吃了不少肉，他们头发不那么枯黄了，身上也长了肉，又跟大狗、小狗仔亲近了一回，再过几天就能带大狗进山了。晚饭时，母亲说今天在村口听说张大彪跟着孙大巴拉进山，不听劝乱开枪，差点让孙大巴拉被野猪拱翻，他还自己跑了。孙大巴拉回村骂他还动手打了人。孙大巴拉的媳妇又把他打了一顿。我听着，这不跟我上次跟他进山一模一样吗？回到屋躺在床上，回忆着今天学到的打猎技巧。隔天一大早又去了老姑父家，直接进山。他拿出6个大钢丝套子做陷阱，
说是掏大型猎物，然后往更深的山里走。我忍不住问老姑父：“咱们要去哪？”他严肃地说：“我今天带你去掏仓子。”我惊讶：“啥掏仓子？”他点了点头：“掏仓子就是掏黑熊冬眠的洞穴，叫醒他们再放倒。”过了野猪林，又走了10多里地，在一棵大树下看到刀砍的指向标，顺着走10来分钟，看到一棵大红松，树上有个大树洞，洞口白霜很厚。老姑父拉着我后撤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个洞里有2只黑熊，我也没掏过2只的，你怕不怕？怕就回去。”我没把握，我说：“都到这了，怕啥？”他笑了。我就说嘛，土包子你都敢干，2只冬眠的黑熊怕啥？砍了4根2米左右的树干，削了2根3米半长的木棍，捡了2大堆树枝抱到树下，还踩出3条逃生小路。老姑父说，树干支在洞口挡黑熊，木棍用来弄醒他们，树枝点火防熊逃跑，小路是逃命用的。准备好后，老姑父让我抬枪瞄准洞口下方1米处，这是最佳瞄准点。太早开枪，熊掉回树洞弄不出来；太晚又太危险。他千叮咛万嘱咐，黑熊吼叫时千万别慌。他点起火，转头看我，我点头示意准备好。他把木棍插进树洞，使劲捅，一声怒吼传来，他立马松开棍子，奔着逃生小路跑了。我举枪瞄准，又一声更愤怒的吼叫传来，一只熊掌伸出来，扒拉掉3根树干，只剩1根斜在洞口。紧接着黑熊脑袋探出来，我没开枪，怕它掉回树洞。它吼了一声，上半身窜出洞口往树下冲，砰砰连开2枪。它从树上砸了下来，没等我补枪，另一只黑熊快速钻出来滚到地上，开枪打中它，可它跟没事人一样。老姑父在不远处开枪，他还是吼叫着扑向我，对着他脑袋又开2枪。他冲到我跟前站起来，老姑父再开2枪，他终于倒在离我4、5米的地方。我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浑身冒冷汗。老姑父跑过来，对着熊脑袋补了1枪，拍着我肩膀笑：“厉害呀，黑熊冲到跟前都不慌。”我说：“您就别开玩笑了，我这就差尿裤子了。”缓过劲，看着老姑父取熊胆，他说：“动物死后胆汁会扩散，必须尽快取。大黑熊的胆是金色的，小的是绿色的。”我问老姑父为啥小的也是暴怒，胆却是绿色的，他笑着说：“那你得问他呀。”我尴尬的笑了，跟着一起处理黑熊，大的约550斤，小的也有400多斤，把熊拖上拖车，2匹马很快平稳下来。老姑父说：“今天的收获咱也俩平分。”我愣了，赶山没这个规矩吧？我不能分这么多。他说：“你这2天的表现不比老手差，今天这2只黑熊你比很多老手都强，这是你应得的，那就听老姑父的。”一路笑着往家走。另一边，屯子对面6、7里地的山外围，小舅子赵小雷正躲在大树后，单膝跪地端着枪，瞄准4、50米外的野鸡，保持姿势2、3分钟才扣扳机，砰的一声，一发2中，2只野鸡倒地。他兴奋地跑过去处理。昨天进山练枪法，2枪没打中，心疼子弹，琢磨了一晚上，就想1发子弹补回来，把野鸡装进麻袋，背着枪拎着麻袋回了家。下午2点，我跟老姑父回了家，老姑说啥都要留我吃饭，做了4个硬菜，全是肉。吃完我告辞，老姑父拦住我：“明天咱们打狗围，打狗围比较简单，你明天可以多睡会，不用来太早。”我点了点头，骑着马拖着1只黑熊回了家。到家喊了一嗓子，大人们从屋里出来，2个小妹趴在窗户上喊：“哥哥！”众人看清猎物，都吃了一惊，把今天打猎的事说一遍。父母只嘱咐我当心。众人收拾黑熊，我去跟3只大狗亲近，他们跟家里熟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带进山。这时大狗突然不撒欢了，都瞅着大门口。我转头一看，是周巧云，离我家2、300米的寡妇，领着老太太和4岁小丫头，日子过得难，婆婆还卧病在床。我笑着打招呼：“嫂子来了，快进院。”我娘他们都在院里面干活呢。周巧云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大兄弟，刚才嫂子看见你拉着山牲口回来的呀。”我立马懂了，她是来要肉的。我笑着说：“嫂子，你进院去吧，我一会让我娘给你割块肉吃。”周巧云支支吾吾：“那个能把黑熊掌给我吗？我买以后我会给你钱的。”我顿时睁大了眼睛，没等我拒绝，她又说我婆婆最近身体不咋好，说是年轻的时候吃过一次，临走前想再尝尝。我叹了口气：“走吧，嫂子，跟我进院吧，别在大门外站着了。”周巧云跟着我进院，母亲笑着迎上来：“是小云来了，咋不直接进院呢？”周巧云满脸羞愧说不出话，我把她的请求说了，特意放在明面上，怕赵雪兰多想。母亲看向赵雪兰，赵雪兰又看向我，我隐晦点头，母亲才松了口气，对周巧云说：“咱娘俩多少年关系了，还买啥买？这就给你剁下来1只拿回去。”周巧云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。母亲让父亲剁下熊掌，又拿了些肉，让我送周巧云回家，装了个大麻袋扛起就走。周巧云连忙道谢，小跑着跟上来，到了周巧云家，把麻袋放下，和她一起掏肉，手时不时碰到一起。周巧云红了脸，突然她上前一把抱住我，我使劲推没推开，还推偏了。周巧云以为我回应她，我严肃地说：“你知道我是啥样的人，以后最好别拿这事跟我找事，知道吗？”顿了顿，又温和道：“我也不会让你再苦下去了，在你找到别的爷们之前，我养你们。”周巧云顿时高兴起来，我心虚的绕了一圈才回家，刚铺好被褥，赵雪兰就板着脸问：“你身上的几根长头发和身上的那股味是咋回事？”我没敢撒谎，支支吾吾把事情全说了，倒在被子上等着审判。怎料赵雪兰气鼓鼓地说：“把你身上的钱和票全部交给我，以后你兜里的钱不许超过1块，你答应周巧云的也由我去办，往后不许再私自跟她接触。”我喜出望外，立马掏遍全身，把钱和票都放在她身边，笑着说：“媳妇全在这了，1分没留。”第2天一早，收拾好装备去老姑父家，检查完装备，带上他的4条猎狗进山。1个小时后到了深山，老姑父解开狗绳，打狗围正式开始。2人端着枪跟着猎狗。半小时后，为首的大白狗仰头闻了闻，叫了3声就冲出去，其余3条狗也跟着狂吠着跑了。2人跟着跑，没一会就看不见狗影，只能顺着狗吠声往前走。原来4条狗正围着一只260、70斤的母野猪撕咬。花了20多分钟把野猪定在原地。5分钟后，我们2人赶到，野猪疯狂挣扎，猎狗更凶了。老姑父瞄准野猪眉心开枪，野猪当场毙命。猎狗发泄完，
趴在一边盯着野猪。老姑父把猪心、猪肝、猪肺分成2半，一半喂大白狗，剩下的分喂3只辅助狗。老姑父还说，打到猎物后一定要喂狗，让狗知道厮杀有肉吃，还要先为头狗树立它的地位，辅助狗才会听指挥。我问怎么不给狗喂饱呢？老姑父说，记住了，要是领狗进山，只能喂半饱，不然吃饱了懒得动弹。俩人把野猪肚子塞满血埋好，继续往前走。猎狗没跟上来，老姑父吹了声口哨，4条狗立马追了上来。走着走着，4条狗突然同时狂吠，盯着一片杂树林冲了出去，叫声如临大敌。俩人赶紧跟上，到了地方才看见猎狗围着一只比家猫大得多的动物，当地人叫老虎崽子，也就是猞猁。猞猁和猎狗对峙，毛肚炸开，嘶吼着转圈。大白狗叫了3声扑了上去，其余猎狗也跟着上。猞猁原地起跳2米多高，落下时蹬在大黄狗脑袋上，大黄惨叫一声，而后多了6道血印。猞猁几个纵跃就往远处逃，猎狗和我俩都追了上去，追到一棵大树下，猞猁抱在树干上嘶吼，猎狗围在树下狂吠，4条狗都有血印，猞猁却毫发无损。俩人正要开枪，猞猁突然扑向大白狗，大白狗迎了上去，俩家伙抱在一起撕咬，大白狗伤得更重。老姑父心疼，对着天开了2枪，猞猁蹬开大白狗，爬上另一棵树。我迅速举枪，瞄准树上露出的半个脑袋，砰的一声开枪，跑过去查看。老姑父也绕到树另一侧，俩人都愣了。猞猁被打死后倒挂在树杈上，我问这可怎么弄下来？老姑父也犯难，冬天树干结霜爬不上去，最后只能砍树，掏出板斧抡起来。红松树冻得梆梆硬，俩人交替砍，直到晚上才把树砍倒。老姑父处理好猞猁，装进麻袋，俩人往埋野猪的地方赶。夜里山里动物叫声此起彼伏，快到地方时，猎狗又狂吠起来，马儿也变得狂躁。俩人端起枪警惕观察，月光下，野猪旁有5、6双眼睛盯着我们，两侧灌木丛里也有几双，是狼群。老姑父小声说，乍一看得有10来只狼围着野猪，这下别说捡野猪，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我压低声音说，老姑父打吧，这形势也跑不了，没啥好考虑的了。老姑父犹豫一下，打吧，瞄着眼睛打，咱爷俩能不能活着出去就看命。狼群正缓缓靠近，要形成合围，俩人立刻举枪瞄准，对着两侧的狼扣动扳机。月光下只能看见狼的黑影，紧接着又对着冲锋的狼开枪，枪声瞬间连成一片，一梭子子弹打完，还没来得及换，5只野狼就扑了上来。老姑父直接用刺刀刺狼，我扔了步枪，掏出手枪一顿射击，4条猎狗也狂吠着扑上去，合伙拽开咬着老姑父胳膊的狼。老姑父趁机一刺刀捅进另一只狼的脖子，又立马和扑上来的狼扭打，一只狼直奔我脑袋扑来，端起手枪就开枪，狼当场倒在脚下，转头又有2只狼一左一右扑来，来不及反应，左小臂被一只狼咬住，棉袄都被咬透没感觉到疼，右手举枪打死右边的狼，再把枪顶在咬我胳膊的狼头上，一枪毙命。看见老姑父正用刺刀和最后一只狼对峙，抬手一枪，那狼踉跄几步倒下，俩人捡起枪，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哆哆嗦嗦给枪压满子弹，累得瘫软在地。缓了好一会，老姑父感叹，今天得亏你这手枪了，不然咱爷俩整不好都得躺着了。多亏土匪送的手枪。俩人检查伤势，我左小臂被狼咬了4个窟窿，老姑父点了旱烟，把烟灰撒在我伤口上就算处理完。4条猎狗没敢吃狼肉，都趴在俩人身边，身上只有几道血印，趁着月色收拾战利品，实在太饿就地生火，处理了1头狼炖肉，俩人顾不上烫，抓起大块肉啃。吃饱喝足，简单收拾一下，就着火堆背靠背睡着了。猎狗负责警戒。第2天天刚蒙蒙亮，赶马车回家，路过下套子的地方看了眼收获，3只傻狍子一活一死，1只黄毛子，再到铁丝套和夹子处，又有5只跳猫子，1只飞龙，1只傻半斤，2只野鸡。到了老姑父家，老姑在大门口转来转去，头没梳脸没洗，眼睛通红，一看就是一宿没睡。进山前没说要过夜，见俩人安全回来，他眼睛红了，没说啥，转身就去做饭。我以家人等得急为由，拒绝了留下吃饭。老姑父决定猎物1人1半，没多话，欣然接受。我分到6只狼含头狼，一活一死2只傻狍子，6只跳猫子，1只飞龙，1只傻半斤，2只野鸡。老姑父还让我把猞猁拿回去，卖了皮毛再分钱。半小时后，回到自家院门，赵雪兰满脸担忧，3只黑狗对着猎物狂吠，绳子绷得笔直，上前安抚好它们。小黑狗装凶叫了几声，被我一抱就老实了，还挺享受。给坐骑喂了2把草料，这大耳马这次很给力，对着狼连踢带蹬，当晚吃了顿饱肉，倒在炕上就睡死了。这次进山实在太累。另一边，小舅子赵小雷没闲着，正骑在横树干上，端枪瞄准300米外的一只黄毛子，那是他撵野鸡时发现的。保持姿势5分钟，终于扣动扳机，黄毛子没跑，他跑过去，发现黄毛子被打倒了，正掏刀子处理，就听见不远处有说话声，是苏家屯的赖子麻将、麻和兄弟，俩人都背着猎枪。麻将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寻思是谁这么好心，把我们赶的野猪打死了，原来是赵小雷老弟啊！”赵小雷气愤地说：“这野猪是我打死的，跟你们没半毛钱关系。”麻和紧接着说：“我们赶的就是我们赶的，别给你脸你不要脸。”说完哥俩就去拽野猪，没再看赵小雷一眼。赵小雷见他俩有枪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看着俩人拖着野猪走，气得肺都炸了，转身就往我家来。赵雪兰看到老弟，高兴地迎上去，见他脸色难看，连忙问：“小雷啊，咋的了？出啥事了？”赵小雷见到大姐，眼泪一下就下来了。我让麻赖子哥俩给抢了。赵雪兰气得不行，拽着他进西屋，把我喊醒，赶紧起来，别睡了，你小舅子被人抢了。我正打呼噜，被叫醒后迷迷糊糊地问：“咋了？出啥事了？”赵雪兰把小舅子被抢的事说了一遍。我听后气得不行，赶山人不会这么做，他俩是赶山的吗？赵小雷说不算是，昨天我进山回来，他们看到了还唠了几句，没想到今天就碰上了。我叹了口气对小舅子说：“你被那俩赖子盯上了，知道吗？以后别啥话都跟别人说。行了，带我找他们去。”摸了摸腰间的手枪，带着小舅子出院。
拿了水曲柳棍子，用板斧砍成1米来长，小舅子也砍了1截。俩人骑马往苏家屯去。到了苏家屯，赵小雷领路直接进了麻将家，推门就进，炕上坐着5个人正在吃喝。我笑呵呵地问：“谁是麻赖子？”炕头的麻和摆出蔑视的姿态：“我就是你谁啊？那还有一个是谁啊？”我继续笑呵呵地问：“炕烧那个是谁？”炕烧的麻将不悦地说：“是我哥们，你啥意思？”我脸色一沉，抽出身后的棍子，一棍子抡在麻将腮帮子上，麻将惨叫一声，嘴里冒出血，又连着给麻和抡了3棍子，打得他没了还手能力。麻将反应过来，把碗砸向我，又拿筷子扑过来扎我，我侧身躲开，一棍子砸在他身上，劈头盖脸一顿打，打得他嗷嗷叫。另外3个人吓得全跑了，把麻和从炕上拽下来，对着他右胳膊肘关节抡圆棍子卯足劲砸下去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麻和惨叫一声晕了过去，又把麻将拽下来，同样砸断了他的胳膊。俩人以后都废了。这时一帮壮汉带着家伙冲进来围住我们，一个中年男人板着脸说：“我是苏家屯的大队书记，我叫苏广志，你把我们苏家屯的人打成这样，就不怕出不去？”我笑呵呵地说：“苏大爷，我咋会无缘无故招惹这俩无赖？你看这2狗东西，光天化日之下抢我小舅子，现在都这么没王法了吗？”全场都愣了，屯里人议论纷纷，这哥俩太嚣张了，自己屯子都抢，这回惹着狠人了，俩人活该。我笑了笑，又说：“苏大爷，我不是不讲理的人，都一个屯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能这么干吗？您说这事该咋办？”苏广志皱着眉问我：“那你说该咋整？”我说：“赔钱了事，300块这事就算过去，大爷您看咋样？”苏广志犯了难，转头对旁边一个女人说：“田秀兰，你别不说话，你家的事自己决定。”田秀兰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可不管，我没钱。”苏广志没再理他，瞥见屋角的2条枪，说：“他家这情况，300块肯定没有，要不就拿枪顶吧。”我皱了皱眉，那2条枪也就值240块，但也只能这样。我笑着说：“既然苏大爷发话了，我晚辈不能不识好歹，就按您的意思办。”给赵小雷使了个眼色，他立马拿起2条枪挂在肩上，俩人转身就走。到了赵小雷家，老丈人和丈母娘连忙出来迎接。赵小雷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老2口脸色阴沉下来。丈母娘眼眶通红地说：“姑爷儿让你受累了，咱家在苏家屯就从来没这么硬气过。”临近晌午，在丈母娘家吃午饭，菜都是肉，看来小舅子这几天打猎收获不少。我问小雷这几天枪法练得咋样了？赵小雷立马兴奋起来汇报战绩，一共2头野猪，6只野兔，5只野鸡。我惊了，这战绩真不错，这小子确实有天赋。吃完饭，嘱咐他好好练枪，过几天带他进山。他高兴坏了，临走时把那2条枪带了回去，放老丈人家迟早惹麻烦。走到屯子口，听见几个村民议论，头几天黑山屯一个猎户在黑瞎子沟往南15、6里的青石岗看到一只大棕熊追黑熊，还咬死了猎户的2条猎狗，猎户没敢硬刚，直接回了家。我犹豫起来，想起上次掏熊窝的经历，心里发怵，但这么值钱的山牲口不去实在心痒，心一横决定硬刚，都重生一回了，怂啥？第2天一早，清点好装备，带上自己的3只狗，往老丈人家去。这次打棕熊做足了安全措施，还打算带上小舅子，一来有个照应，二来检验他的枪法。俩人没耽搁，直接往青石岗赶，一路上把老姑父教我的赶山技巧全告诉了赵小雷。快到青石岗时，才说要打大棕熊，他不光不怕，还异常兴奋。正说着，我看见青石岗顶端有个白影一晃而过，跑得飞快，像一阵风，猛地反应过来是玄阳。听说玄阳几股泡酒能治病，最关键是值钱，就是警惕性高，在悬崖上如履平地，难打极了。把马拴在树上，牵着3只狗和赵小雷转了好几圈，都没找到大棕熊的踪迹。解开狗绳，让他们自由发挥，俩人跟在后面，留意雪地上的痕迹。临近晌午，领头的大黑狗低头闻了闻，叫了一声就跑，另外2只也跟着窜出去。俩人端着枪跟上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就看见3只狗叼着火野鸡跑了回来。这是他们首次进山，表现让我欣喜。俩人就地生火烤鸡，野鸡内脏喂了狗，一顿烤鸡大餐很快就好了。吃饱喝足，2人3狗往山深处走。大约1小时后，领头的大黑狗突然狂吠，另外2只也跟着叫，3狗龇牙咧嘴，杀气十足。大黑抬头嗅了嗅，确定方向就冲了出去，另外2只紧随其后。我和赵小雷对视一眼，知道有狠货，连忙端枪追上。跑了10多分钟，狗叫声没了。老姑父说过，狗这么叫是遇到干不过却想拼命的对手。俩人顺着狗的印记玩命跑，10分钟后终于找到了他们。走近一看，3只狗正围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拼命撕咬，扫了一眼心里一沉，急忙端枪瞄准。赵小雷也赶紧举枪，那分明是一只黑熊。3狗撕咬半天，那黑瞎子愣是一动不动。我骂了句：“我操，这黑瞎子咋不动弹？”又看了会，3狗不咬了，反倒趴在黑瞎子跟前。小雷，你用枪瞄着点，我过去看看。这黑瞎子好像死了，肩上背着5、6瓣，手里举着大54，慢慢凑过去。近了才见黑瞎子浑身是血，脖子上全是血，毛太长看不清伤口，肚皮也没起伏，看着是真死了。刚放下枪，他突然睁开眼，我操你妈呀！吓得立马举枪对着他脑袋砰砰2枪，边骂边后退。听见枪响，赵小雷本就紧张，也砰的开了1枪。3狗再次狂吠，扑上去撕咬，缓过劲掏出砍刀，咬着牙往黑瞎子脖子上扎，让你特么诈尸，让你特么诈尸，你特么可吓死我了！赵小雷跑过来，见我一个劲捅黑瞎子，试探着喊姐夫姐夫，见我没反应又大声吼：“姐夫姐夫，你干啥呢？”我早听见了，就是气没消，又捅了2刀。他这一吼震得我耳朵嗡嗡响，我回手一扒拉，把他扒拉坐在地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又不聋，你怕我耳朵吼啥？”赵小雷爬起来，兴奋地喊：“姐夫，黑瞎子，咱们打着黑瞎子了！”我拍着刺挠的耳朵：“你有病吧？我又不瞎。”他不管我，凑过去摸黑瞎子。这是只近500斤的公黑瞎子，得有2.23米，熊掌跟我脑袋一般大，估计是被那大棕熊追伤的，装死才没被彻底打死。我不耐烦地催：“不抓紧开膛取胆，你还要跟他睡一觉啊？”赵小雷笑着拿起砍刀开膛，掏出熊胆的那一刻，俩人都愣了，那胆金黄金黄的，比之前见过的大1圈，得用双手捧着，这分明是金胆。我掏出布口袋，用麻绳系好熊胆装进去，揣进棉大衣兜里，用熊心喂狗。
仨狗闻了闻都不吃，割了块熊肉切成条，他们倒是吃得欢。等我回头，赵小雷已经剥完熊皮，正在割熊掌蟹肉，手法极快，3、4分钟就把4个熊掌全卸了，断口整整齐齐。拿起熊掌，发现爪子里有鬃毛，那大棕熊也受伤了。我假惺惺想帮忙，他直接把刀递给我。这时他开口：“姐夫，你也喜欢蟹肉吗？”我白他一眼没说话，他又说我就喜欢蟹肉，老有意思了。我立马高兴了，蹭干净刀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去赶爬犁了，你在这儿慢慢鼓捣。半小时后，赶爬犁回来，他已经把熊肉卸成一块块5斤左右的，骨肉分离，赶紧敲下熊的獠牙。他不解地问：“姐夫，那玩意儿有点啥用吗？”我随口答：“就是个爱好，稀罕这玩意儿。”他扯下乌拉草帘子，把熊肉摆得整整齐齐，把熊掌、熊鼻子和膝盖装进麻袋，扔上爬犁。看日头快4点，4点半就黑天。进山用了4小时，夜里走山路太危险，俩人决定在山里过夜。赵小雷反倒兴奋，找了被风山奥拴好马，搭了个简易窝棚，把熊皮铺进去，捡柴生火，用开水烫了熊胆，他缩了一圈，再装进布袋包好。天黑后，在窝棚门口烧了2堆火，烤了10多斤熊肉。熊肉太肥，俩人吃几口就腻了，只能就着玉米面大饼子解腻。吃饱后，赵小雷瞎问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，心里一直琢磨那只受伤的大棕熊，靠着熊皮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半夜被尿憋醒。火堆灭了却不冷，才发现熊肉吃了竟能防冻，生起火又睡了过去。天蒙蒙亮，俩人生火煮肉热大饼子，喂狗喂半饱，然后赶爬犁回到捡黑瞎子的地方，顺着痕迹掐踪找大棕熊，找了20多里地，只打死1只跳猫子和3只野鸡，心情都不好。走着走着，俩人同时停下，熊迹旁边有3道皮鞋印，硬底的带着防滑条纹，这年代少见，只有县城里有钱人和军干子弟才穿。赵小雷问姐夫：“这是什么鞋印？感觉很高级的样子呢。”我答：“这是皮鞋的脚印，县城里有人穿这种鞋。”继续走，大黑突然对着一棵蹭过鬃毛的树狂吠，仨狗一起窜了出去，俩人面色凝重，跟着飞奔，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，狗也跑没影了。等俩人快追上，就见仨狗在3米外围着大棕熊狂吠，不敢上前。大棕熊脸上有3道血印，脖子和身上都是血，左前腿伤得最重，跑起来一瘸一拐，正坐在那儿撕着布袋子吃白面馒头。不远处还躺着3个人，俩后背棉衣破了，一个腿上流血不知死活。大棕熊嗅了嗅，扔下布袋子就往远处跑，仨狗边吠边跟着，俩人刚缓了口气，狗叫声越来越远，只能接着追。到最后，俩人累得脸色苍白，棉袄棉裤都被汗浸湿，腿沉得像灌铅，连狗叫声都听不见了，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挪。这特么大熊还没见到影呢，人先累成王八犊子了。顺着熊迹和狗叫声走好几个小时，没吃上晌午饭，下午快3点终于听见狗叫，俩人累得快瘫了，精神却一下子提起来。再走不到200米，就看见仨狗围着大熊皮狂吠。300米外视野开阔，那熊大的吓人，100多斤的狗在他跟前跟野鸡似的。熊的左前腿又开始流血，跑起来一瘸一拐。熊怒了，嗷嗷叫着冲俩人扑来，像是要拼命。熊吼声震得我屁眼一紧，赵小雷更不堪，浑身哆嗦，上下牙打颤，差点瘫在地上。我不管他，端起556半就扣扳机，仨狗护住，2黑3黑咬熊屁股拖拽，大黑窜到熊背上咬了几口，又跳下来扑向他的伤腿，却被熊一巴拉甩出去2、3米，爬起来又冲上去，砰砰砰10发子弹全打光，熊却没咋地，离俩人不足50米了，扔了空枪，掏出大54快速上膛，对着熊脑袋就扣扳机，砰的一声，熊脑袋中弹，直接趴地上，眼睛还圆瞪着。仨狗凑上去，边呜呜耍威风边撕咬，前后不到20秒，这熊虽瘸速度却不慢，难怪10发子弹都没撂倒他。收了枪，这熊比大马还大，跟座小山似的。赵小雷还吓傻着，左手攥着枪，脸色惨白，捡起56半压子弹，等了会儿，见他还没缓过神，我大声喊小雷小雷。赵小雷打了个激灵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声音低沉地问：“姐夫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”我安慰道：“你这表现已经很不错了，很多人直接吓瘫了，或者直接就吓晕了，并且吓得屎尿横流的也多的是。”赵小雷眼前一亮，立马站起来：“姐夫，我没瘫，我没晕，我也没拉也没尿，真的。”说着就要脱裤子，我一阵恶寒，上前一脚踢在他屁股上，骂道：“你有病啊，抓紧砍树去！”赵小雷麻溜系好解了一半的裤腰带，挠挠头：“姐夫砍树干啥？”我抽出腰上的板斧，指着熊尸体：“那大熊皮看着没？”赵小雷点点头，欣喜道：“看到了，姐夫，那老大个儿得有1000来斤吧？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那你看他趴着呢，你去把他翻过来，让他躺着。”赵小雷磕巴着问：“翻他干啥呀？”我说：“不翻也行，那你去把那大熊皮的胆摘下来。”赵小雷看了眼熊，默默接过板斧。10多分钟后，他拎回2根胳膊粗的水曲柳树干，俩人用树干插进熊前腿缝隙，合力把他翻了个身，累得半躺在熊身上喘气。缓过劲，催赵小雷取胆，他掏出尖刀，先捅脖子放血再开膛。熊血真多，放了几分钟才敢开膛。又过了会儿，他把熊胆取了出来，漆黑如墨，比昨天的黑瞎子金胆大1圈，得双手托着，是个大铁胆。掏出布口袋不够大，装不下。赵小雷说：“姐夫，我大衣兜里有装大饼子的布口袋，要不使那个装吧？”掏出他兜里带补丁的布口袋，把铁胆装进去揣好。这胆阴干了能有半斤，能卖700多块，顶正式职工2年工资。上前帮赵小雷拽出熊内脏，扔在雪地上，满地都是粗肠子。赵小雷犯愁：“姐夫，这一大堆肠子得咋挂树上去啊？这要是割断了呢，不得整个壳哪都是屎啊！”我说：“挂树上干啥呀？扔这儿就得了呗。”赵小雷疑惑：“这玩意儿不都得挂树上吗？”我无奈：“那就不挂了，谁还能把你咋地啊？再说这么大一堆肠子，咋鸡巴挂呀？挂个鸡毛啊挂！”赵小雷小声嘀咕：“那这不是赶山的规矩吗？”我被气笑：“规矩个嘚儿啊！规矩不也是人定的吗？你说你人不大点儿，逼事儿还不少，假装还挺守规矩。”赵小雷闭了嘴，专心蟹肉，割肉喂狗，仨狗饿坏了，吃的肚子溜圆，趴在一边不动，跟赵小雷打声招呼去赶爬犁。路程太远，
再不赶天黑前到不了，走小道赶过去。天已经全黑了，收拾好草料赶爬犁往回走。山里月朗星稀，视线还行。走到仨狗第一次围熊的地方，看见前面有黑影，端起枪戒备。没等开枪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“老乡，老乡，帮帮忙啊！大黑天的深山里，咋会有人声？”爬犁走近，才见俩人架着一个人，仨人都穿军大衣，破的露棉花。中间那人小腿流血，神志不清，叫停马下车问：“你们仨这是咋了？”左边的人苦笑着答：“我们进山想打点猎物，倒霉碰着熊皮了，给我朋友还伤了。他们是掐熊进来的，还撒谎，转身就想走。”那人急了：“老乡，你咋还走了呢？帮帮忙呗！我头也不回，你爹妈没教你做人要诚实吗？”右边的人开口：“老乡，你先别走，听我解释。”又对左边的人说：“都他妈啥时候了，还他妈在乎你那点面子？”他又对我说：“老乡，我们是从县里过来的，我叫孙志强，撒谎的这个叫刘明远，昏迷这个叫李国栋，您别介意，刘明远不是故意撒谎，他就是好面子而已。求您帮帮忙吧，我认出孙志强就是之前买我活狍子的年轻人，看他说话敞亮，我倒上爬犁吧。”俩人把李国栋扶上爬犁，赶着重返赵小雷那儿。路上，孙志强解释，他们进山是为了给家里老人找些熊胆治病，老炮手没来，冒险进山，马和枪都丢了，馒头也吃完了。我没咋搭话，哼哈应着。没多久，李国栋醒了，虚弱的说了声谢谢。到地方时，赵小雷已经把熊肉卸成5斤1块，烤着肉，还砍了一大堆柴火。他见我领了仨人，也没多问，招呼大家吃烤肉，又去化雪烧水。仨人看到熊皮和熊掌，挺高兴。吃了会儿，刘明远忍不住问：“老乡，这熊皮出了个啥胆呢？”我和赵小雷都没理他，脸色沉了下来。刘明远正尴尬，李国栋拉了他一下，小声骂：“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你咋啥都打听呢？问你家有多少钱你会说啊？”刘明远闭了嘴。过了会儿，李国栋开口：“老乡，你别介意，我们进山打熊取胆，不是为了治病，而是为了解毒。”他说家里一个长辈中了慢性毒，整天昏睡，中医说要鲜的大金胆才能去根，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说完，他试探着：“老乡，你要是知道哪个屯里有鲜的大金胆，我出3000从你这买。”赵小雷忍不住看了我一眼，我面无表情，他赶紧转头夹肉。仨人看出端倪，李国栋又说：“我们是从滨城过来的，孙志强在县政府上班，咱们也算自己人。我淡淡道中吧，等我打听到了，我去县城找你们，你们准备好钱就行了。”孙志强高兴道：“老乡，你到时候直接去政府大院找我就行，跟门房打更的提我名字就好使。”我应了一声，5人闲聊起来，我和赵小雷也报了名字，唠着唠着，大家都倒在熊皮上睡着了。烫好熊胆收好，见赵小雷已经敲下熊獠牙，又给火堆压上湿松树干，也倒在黑瞎子皮上睡了。翌日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几人就都躺不住了，吃了熊肉垫肚子。可冬天这是真冷，那仨人棉大衣漏了棉花，冻得直哆嗦。李国栋腿伤也没好利索，每人吃几块烤肉，就赶爬犁往回走。他们仨的双管猎枪只找着2条，马也只找着1匹，其余的丢在山里没法找。仨人也不在意，我和赵小雷更没当回事。到了下套子的地方，仨人冻得受不了，跟着我们溜套子，还兴致勃勃问下套技巧。我和赵小雷也没藏私，100多个铁丝套，套着27个完整跳猫子，5个被吃剩半拉的，丢了2、3个算正常情况。这次进山收获不小，1颗黑瞎子金胆，1颗大熊皮铁胆，还有熊鼻子波棱盖熊掌，几百斤熊肉，外加这些跳猫子，2张皮毛被熊撕坏不值钱，留着做褥子正好。溜完套子直接回我家，路上几人唠得投缘，仨人说了家里事，赵小雷也绘声绘色讲了打熊的经过，仨人听得直佩服。到家前，3条狗早跑回去了。我爹娘和赵雪兰拿着刀盆在屋外等，本以为要扒皮，见是搬肉还挺不适应。见我领了仨难民，我娘和赵雪兰赶紧进屋做饭。李国栋仨人见了赵雪兰，眼睛都直了，忙问是谁。我得意道这是我媳妇。仨人脸上立马露出遗憾落寞的神情。我娘做了8个菜，全是肉，还有我爹的地瓜烧。6个老爷们吃得分饱。我娘赵雪兰和2个妹妹在西屋吃。这年代东北大多男女分桌，还没到中午，李国栋仨人急着要金胆解毒，一个劲示意我走，把大马留家里赶爬犁，拴上他们的马，给仨人每人拿了3只跳猫子，几块熊肉，带上2条挂管，准备去县城卖。4人一起出发，路上我问仨人哪儿有卖大54子弹的，供销社只有长枪子弹，找朋友弄也费劲。孙志强笑道：“兄弟，子弹不用买，我们供你用。”我愣了下就释然了。1个多小时后，按孙志强指挥，到了一个瓦房院子，一个漂亮女人出来迎接，没等孙志强介绍就进了另一屋。进屋后没人说话，孙志强从保险柜里拿出3搭子大团结递给我，我没客气收下，掏出金胆，仨人全惊了。李国栋说：“兄弟，这不能让你吃亏，你看我们在家多少钱合适？”我笑着摆手，关系都处到这份上了，还加啥啊？就这么地吧。我又说那子弹的事儿我就不客气了，你们谁给找找？仨人都笑了。孙志强出去没多久，搬来一个沉箱子，里面全是子弹，56瓣的半箱大54和水连珠各500发，加起来1000多发。孙志强说：“兄弟不够用再找我要子弹管够。”我搬起箱子，中以后事儿上见。刘明远喊道：“有功夫我们跟你进山打猎，你可别不领我吗？”我笑道：“那都小事儿。”把子弹装麻袋放爬犁上，直奔供销社。2条挂管卖了240块。我问售货员：“大姐有不要票的手表和挂钟吗？”售货员指了指角落，那堆挂钟不要票破烂假，蹲下来扒拉，挑了4个还能凑合用的，花了4块钱。又问手表有不要票的吗？售货员漫不经心：“有市里代卖的进口货210块。”我倒拿2块。售货员愣了下，拿出2块纸盒装的手表，一看是没牌的。我又说再拿3块，售货员彻底懵了，直到我喊他才又拿出3块，付了钱让他上好发条叫好时间，转身离开。隐约听见他嘀咕：“败家子。”又买了5台破收音机，花了30块，40节电池，3箱麦乳精，4箱罐头，6捆汽水，20斤饼干，还有20个布袋子和一堆改锥，这些都不要票。把东西搬上爬犁，见几个人在附近转悠。这年代闲人多，城里更严重。我揣着大54，背着56瓣，谁也不惯着。
他们跟出街就放弃了。走了没多久，突然听见前面有挂管的枪声，还有求饶声，立马拴好马，端枪瞄准拐弯处，一个骑青马的人冲过来，我开枪打在他脚边雪地，那人猛地调转马头就跑，又开一枪，他还是不停。我骂道：“我草你妈的！”对着他后背连开2枪，他一头栽倒，跑过去踢了他几脚。你说你跑啥？你是不是虎逼？我不想杀人，知不知道？越想越气，又踢了一脚。抬头一看，才发现这地方就是之前4个劫道的死处，真邪性！拐弯那边还有一具尸体，看来这小子是杀人了。把青马拴好，尸体扔爬犁上清除血迹，又去处理另一具尸体。然后赶爬犁进林子，搜那小子的都有200多块钱，几张粮票，还有一块带地图的鹿皮，包袱里还有3根棒槌、几米棉布、2根红头绳。另一具尸体兜里只有一块小些的鹿皮地图，把有用的揣起来，枪和刀扔爬犁上，烧了痕迹，把尸体扔沟里，就赶爬犁回家。一路疑神疑鬼，到家看见赵雪兰和家人，心里才踏实。一家人见了青马都没多问。我爹常年去县城，知道这年头不太平，把马牵去棚子喂料。青马在黑省最常见，所谓的青是灰毛白毛掺着，远看像脸被打青了。进屋就听见2个妹妹哭着要罐头，我娘在训斥他们，2个妹妹扑进我怀里，大哥我们都好久没吃罐头了。大哥娘不让吃，我笑着说没事，咱们偷偷吃不让娘发现。抱他们进东屋，转身去西屋拿了3瓶罐头，无视我娘的目光，递给赵雪兰2瓶让她分，自己拿着1瓶进东屋。我出来见家人都在吃罐头，从麻袋里拿出5块手表，自己戴1块，又递给爹娘各1块。爹娘翻着盒子问这啥呀？这是？我没回话，拿出1块手表，拽过赵雪兰的左手戴上，端详着说好看。赵雪兰愣了愣，随即笑开了花，又给爹娘戴上手表。我娘问到买这玩意啥用多少钱，我笑眯眯地说200块钱。我娘低下头还算不贵，我补充到200块钱1块。我娘瞬间炸了，你个败家子，1000块钱就买了5块手表，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？1000块咱家10年也攒不了1000块啊！我娘骂了一阵，我只管吃罐头。等她气消了，我问赵小雷你要钱还是要手表？赵小雷看向赵雪兰，赵雪兰无奈道你看我干啥？你想要啥你自己说呗。赵小雷激动道我要手表，姐夫我想要手表，把手表盒递给他，他小心翼翼戴上，满脸欢喜。我安慰我娘，娘这都是我挣来的，孝敬你们有啥毛病？以后要买的东西多着呢。再说还有皮毛和铁胆没卖，这手表才几个钱。我娘想起那些值钱东西，脸色立马好了，还美滋滋端详着手表，回头看见我爹也在看手表，一脚踢过去。我爹猛了干啥呀？我娘掐着腰瞪他，不干啥就想踢你一脚，看你不顺眼咋的？我爹不敢吭声，嘀咕着去了院子。我转身进西屋鼓捣那5台破收音机，拆开排查，毛病都不大，2台是电池线开焊拧一下就好，2台电阻问题，一个用子弹铅焊上，一个缺零件修不了，最后1台就是螺丝松了拧紧就成。装电池试了试，滋滋啦啦响过，就传出东方红的调子。外屋家人全跑过来，一脸惊讶，教他们用，一个大旋钮调声音，左边2个小旋钮调波段，右边俩是装饰，教完又弄挂钟，4个拼出2个，东屋西屋各放1个。看表快4点，叫过赵小雷，小雷精胆卖了3000，手表200再分你1300对不？赵小雷想了想，姐夫你占4股我占2股，该分我1000，刨去手表200最后800才对。我笑了，咱俩不用守规矩，一半一半好算账。赵小雷脸一正，姐夫你不能这么照顾我，不然我不跟你去了，枪还是你借我的呢，这不是白占你便宜吗？我没辙，看向赵雪兰，她也不吭声，琢磨片刻，那这表和枪就当你姐送你，外面那匹青马也归你，再分你500块金胆的账就清了。说着数出50张大团结递过去，赵小雷还不接，赵雪兰开口了，小远铁胆能值多少钱？我随口答700多块咋了？赵雪兰对我俩说，铁胆不分小雷了，再给小雷拿个收音机。小雷把钱收起来，这次进山收成就这么定。爹娘也露出笑容，赵小雷终于接了钱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给了他12节电池。爹把自己常用的爬犁送他，又往爬犁上扔了500发水连珠子弹、黑瞎子皮毛熊掌半份肉，还有1箱麦乳精1箱罐头、1捆汽水和几斤饼干，跟丈母娘说多给雪婷补补，这些别卖，不然以后不给你们买了。赵小雷笑着应了，赶爬犁走了。算账挂管的钱花光了，加上劫道的200块，还剩1500，当着面给娘1000，给赵雪兰500，俩人都挺满意。我拿出那2张鹿皮，翻来覆去看，是山脉图却没藏宝标记，看着像缺了几块，收进抗琴以后再研究。晚饭过后，一家人围着听收音机，没一会儿4节电池就没电了，收音机没了声。小妹王小丽问大哥里面的人是不是睡着了，你快把他扒拉醒。还没说完呢，我笑了，要不你钻进去吧，这个箱子太小，大哥钻不进去。换了电池，边换边说电池的价钱。娘一听1节3毛，换一次1块2，当即急了，这玩意儿就是吸钱鬼，不能听了。说着关了开关，张罗睡觉。一家人不敢反驳，乖乖铺被褥。第二天睡了个懒觉，快8点才起，吃过早饭没事干，在村里溜达一圈，去了周巧云家，她安顿好老人孩子，关了屋门跟我进西屋，唠了会儿闲嗑，讲了进山的凶险，她也说了想我。临走时给了她几米灰布和20块钱。我想申请快宅基地，转了一圈没合适的，走到自家西边，眼前一亮，一个20-30亩的小山坡，碎石多长着灌木丛和软枣子树，半山坡还有个常年不动的山泉，依山傍水，就是清理起来费劲，最好能借到练鬼拖拉机，不知道李国栋他们能不能帮忙。往小卖店走，想听听屯里的消息。同一时间，周巧云家来了双胞胎姐妹田秀兰和田秀英，闲聊片刻，田秀英问小云姐，我们想离开这里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吗？周巧云沉默片刻，离开这里我们能去哪儿啊？天下之大，何处去不得？难道你就甘心被圈在这里吗？田秀英有些激动，甘心怎么会甘心？可我得让我和孩子活下去啊！周巧云依旧平静。田秀兰劝道，你可以抱着孩子，咱们一起走，路上能互相照应。周巧云有些生气，你们让我把孩子和婆婆扔下不管吗？
孩子肯定不能扔啊。田秀兰说。周巧云不耐烦了，这一路吃什么喝什么，住在哪到了地方介绍信怎么办？靠什么活？你们难道是猪脑子吗？总会有办法的，只要走出去就有办法。田秀英像入了魔，周巧云无奈，你们自己走吧，我不走，我就死在靠山屯了。田秀英急了，小云姐，你以前最有主见，最不甘心被束缚，难道就是因为那个男人？周巧云更气了，却依旧平静。你们无知又愚蠢，我就是为了他怎么了？我就是离不开他，起码我和孩子能好好活。你变化太大了，我们不劝你了，保重。田秀英说完，姐妹俩转身就走。周巧云忽然想起什么，拿出一张10块钱，大喊等一下。姐妹俩转过身，周巧云把钱塞进田秀英手里。姐妹一场穷家富路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说完转身回屋，姐妹俩看了看她的背影，坚定地离开了。到了小卖店买了盒长白山，站在炸金花的人旁边看热闹，看了一会儿也上手玩，边玩边听周围人唠八卦。忽然玩牌的人扯到周巧云，说他找野男人，我没在意。可说着说着，张二牛竟扯到赵雪兰，还骂得难听，说她是骚货。我当即火了，大声骂到草泥马的张二牛，你没瞅着你爹在这坐着吗？小卖店瞬间安静了。张二牛强装镇定，就特么说那骚娘们咋了？谁家娘们都能说，就特么你事儿多。我撂下扑克揣好钱，走到他跟前，抓住他后脖领子就往上薅，走，咱出去唠唠。张二牛知道要挨揍，死死抓着桌沿，薅了几下硬是没薅动。这松木桌子是当初指挥部用的，又厚又沉，全是榫卯结构，拽了张二牛几下压根没拽动，攥紧拳头就想打。张二牛立马慌了，大喊兄弟兄弟，你先等会儿再打兄弟。我愣了下，放下拳头说。张二牛压低声音，兄弟你别揍我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我没吭声就盯着他，他扫了眼屋里人，又说兄弟要不咱们还是出去说吧，但是你可不能揍我啊，咱可说好了啊。松开他的脖领子，率先往外走。他整理好衣服跟了上来，我站在外面等他，压根不怕他跑。张二牛凑过来低声说，兄弟，我知道你现在也敢扇呢，我知道一个黑瞎子仓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急了又说，兄弟，我是知道2个仓子，一个是黑瞎子仓，另外一个不知道是啥仓子，但是肯定有货。这样兄弟，这仓子我也没能耐掏，我听彪子说你枪法厉害，那这仓子给你去掏，你看咋样？我问你想分多少？张二牛想了想，2成兄弟，你看2成咋样？我脸色一沉，往前凑了一步。张二牛咽了口唾沫，1成半兄弟，1成半。我还往前走，他反倒坦然了，闭上眼睛，一副爱咋咋地的模样。我没打他，狠狠拍了下他肩膀。好，那就1成半。张二牛松了口气，笑嘻嘻地说，那兄弟咱可就说好了，我可是相信你的。他立马把2个仓子的位置说了，一个天仓子在黑瞎子沟往东20里的山坳杨树洞里，另一个地仓子在天仓子往南15里的石头洞里，洞深得很，洞口白霜，后得小心。我问还有啥别的条件吗？张二牛贱兮兮地说，兄弟那你看到时候再给我2个熊掌呗，肉也给我割点。我说可以，还有吗？没了没了，兄弟你这人真敞亮。他刚说完亮字，我脚下使了个绊子，他直接坐地上，我上去一顿大脚丫子踢，嘴里骂着让你特么瞎逼逼，让你整个逼嘴胡咧咧。踢了一会儿，喘着气说麻溜的起来，不然我还踢娘。张二牛赶紧爬起来，我递给他一根烟给他点上，又跟他唠了几句，拍着他肩膀说，以后咱兄弟俩合作，你知道啥消息都直接跟我说，兄弟绝对差不了你那份好处。回到家跟爹娘和赵雪兰说，想在西边小山坡盖房子。爹皱着眉问，那个地方全是石头，咋收拾出来？那能盖房子吗？娘不高兴地说，你选哪儿不好找个烂石坡子，你脑袋被驴踢了。赵雪兰没说话，就疑惑地看着我，跟他们解释说能借推土机清理，还说大队要分田到户，以后能搞养殖，那山坡合适，又说那坡地没人要，能跟大队商量扩大宅基地，连自留地也放那，以后干啥都宽敞。全家人一听都眼前一亮，爹立马穿鞋往大队部跑，生怕被人抢了。我拽着爬犁去了韩大酒缸家，想多买些酒，泡土包子和梅花鹿的骨头。韩大爷正在收拾院子，我打招呼，韩大爷忙着呢，您这一天天挺勤快啊。他笑着说，忙啥忙，就收拾收拾当院。大小子来了，咋的酒喝没了？我说没呢，这不是琢磨整点泡酒吗？就来大爷您这了。他领着我往下屋走，突然问，听说你整着大熊爸了？我愣了下，是啊大爷，运气好碰上个残的。他说大小子，大爷寻思跟你商量个事儿，那个大熊爸波棱盖，你能匀给大爷不？我问大爷，您这是也要泡酒啊？他慢吞吞地说，这天天腿疼的睡不着，之前泡过的波棱盖没用了，就寻思再整点波棱盖泡酒喝。我不白要你那大熊爸波棱盖，我用一个老庵子跟你换，不过那老庵子没有大货了，应该能找到1颗4品叶，还能找到几颗灯台子，就是得你自己去抬，算下来你也不亏。我说行啊大爷，一会儿我回家就给您送来，我那还有一副黑瞎子波棱盖，一会儿都给您拿来。我灌了100斤高粱酒，交完钱拽着爬犁回家，回到家拿上4块波棱盖，又赶回韩大爷家，他挺高兴，递给我1块小鹿皮，接过就愣了，跟家里那2块一样，也是山脉图。我问大爷，那这玩意咋看啊？这不就是个山脉图吗？他笑着说，你得对着日头瞅，对着阳光一看，立马看清了上面的字，县西210是5北26，山脉北山坡有个点。我念了出来，韩大爷说对没错，老庵子就在这个地方。我强压着高兴，问他抬棒槌的规矩，他说喊山人得是单数，进山要拜山神爷老把头孙良，进山后有的规矩没人守了，比如只能吃素，发现棒槌要喊棒槌，旁人回应极品叶，抬完要砍兆头告诉后人情况。他又说棒槌的品级，三花子3片叶，马掌子5片叶，二甲子2个叉，灯台子3品叶3个叉，4品叶4个叉，5品叶5个，6品叶6个，极个别有7品叶的记载。棒槌受伤不死会休眠，醒后可能长成灯台子，没人会放过。抬棒槌的叫抬显尊敬，挖参工具都带快当2字，共7样单数，锁拨棍、快当绳子、斧子、剪子、锯刀子，还有最关键的快当签子，签子5根单数，骨质最好是鹿骨，其次狍子骨、牛骨，鹿骨难得，锁拨棍比人矮点，木料结实轻便就行。又跟韩大爷唠了半天，问了抬棒槌的细节和注意事项。他得了波棱盖没藏私，唠着才知他以前也干过喊山的活，
是边棍没啥收获才学了酿酒。告辞时他叫住我，我那些抬棒槌的家伙事留着没用，你要是需要就拿去吧。剪子、斧子啥的估计没少生锈，你回去磨一下也能用，省得置办了。那感情好啊，大爷。等我再打着黑瞎子，说啥都再给你整2个波棱盖。跟着他去下屋拿了个面袋子，里面全是工具，拽着爬犁回了家。到家见全家人都笑，就知道宅基地成了。老娘先开口，大儿子宅基地批下来了。我忙问批了多少亩地，足足15亩地。老娘笑着说，爹那牛屯长能同意我？问爹，爹不屑道，还说是每家3亩宅基地，哪家不是5、6亩的院子？咱家这院子还有5亩多地呢。我笑，那他咋能这么痛快的答应了呢？爹笑着说，我一开始也没说要那块山坡地啊，我说我相中牛屯长家旁边那块地了，想跟牛屯长做邻居。那牛一群一听眼睛都大了。爹接着说，然后我说我少要1块就要3亩地，让我儿子跟你儿子做邻居更好。他说你就不能在你自家跟前琢磨块地方吗？老往我旁边凑合啥？我说我家旁边地方太小，建房子不够。再说那块地是个烂石坡子，没法收拾。他说你要是在那建房子，我多给你批点，你自己再收拾块地方那多宽敞。我爹说那也行，你给我批30亩吧，不然那坡地我不要。他说最高上限15亩，还得标注旁边有坟地，不然批不下来。然后我说那4外1圈可全是我的自留地，他就同意了，我也就同意了。全家人又笑起来。爹掏出宅基地证明递给我，看完还给爹收好，转身去泡药酒。这次骨头多没分小坛子，把2个50斤大坛的高粱酒各倒出20斤，把鹿脊骨、鹿腿骨、土豹子骨头用酒洗干净。爹娘和赵雪兰把骨头剔得干干净净，连肉丝都没多少。鹿脊骨太长，不想破坏整体，土豹子脊骨和腿骨轻松塞进去，倒满酒封好口。梅花鹿脊骨又长又粗，费了劲才塞进去，坛子基本没空间了。赵雪兰来了，把情况一说，她直接说正好砍下来一半给我爹，我爹腰不好，用这玩意儿泡酒喝肯定管用。用砍刀把脊骨分成2段，一半扔进坛子，一半递给他，又给了他鹿腿骨和1根小棒槌，凑齐了老丈人的泡酒材料。忙完泡酒，对着阳光看那2块鹿皮，磨薄的地方是字，大鹿皮有9个老矮子，小鹿皮有3个，共13个。最近的203里地，最远的500多里，还有一个在华夏和老毛子交界处，祭完差点蹦起来，就算有被挖走的也能剩几个。明年5月份就能进山抬棒槌，7月份赶红榔头市，一年挣2、3万没问题。正想着，赵雪兰说：“小远走，跟我回趟娘家。”答应下来。我想套爬犁，他却拦着：“咱俩骑马去吧，不敢爬犁了。”我笑骑马，你能行吗？这玩意儿可不像爬犁那么得劲啊！哼，瞧不起谁呢？赵雪兰翻个白眼。他头戴袍子皮帽，身穿袍子皮高领大衣，脚踩袍子皮靴，飒爽得很。给2匹马绑上马鞍，拿上包袱，跟父母打了招呼。2人骑马上路出了屯子。赵雪兰彻底放开，骑着马可哪乱窜，还非要赛马。小远，咱2比一下，看谁快。说完就打马跑。我玩心大起，大吼花姑娘哪里逃走，打马追了上去。2人在雪地上你追我赶，绕了好几圈，终于到了老丈人家。老两口正在切黑瞎子和大熊的肉，锅里还炼着油。见我们来，老两口特别高兴。赵雪兰把鹿骨递给老丈人，老两口知道鹿骨的功效。赵雪兰进屋帮忙切肉，没见着小舅子。老丈人说他拎着肉去看对象了，我没多问，逗了逗7岁的小姨子，他比以前胖了点。老丈人说也想建新房，我答应帮他联系买砖。第2天睡了个懒觉，洗漱吃完早饭，溜达去小卖店，想把黑瞎子仓的消息透露给胡大壮。进了店买了盒长白山，直接上桌玩牌。胡大壮也在，他想在这赢点钱再去玩大的，还会出签留牌，赢多输少。几把牌后，胡大壮赢了坐庄发牌，看他手法不错，我给自己留底牌，直接买小。胡大壮顿了一下，就知道他留的不是豹子。大家见我买小，纷纷弃牌，只剩我和他。胡大壮没看牌就弃了，收了底钱，下一把轮到我坐庄，继续买小。洗牌时没留豹子，给自己发了杂色357，给胡大壮发了杂色267。胡大壮看牌后赶上前，5分1手上了好几手，大家都弃牌，我一直闷。上到第10手，胡大壮说：“我一个睁眼的，害怕你个蒙眼的。”拿出1块钱敲桌子，我也拿出5毛钱跟着记手。胡大壮数到20手钱没了，说要不咱俩平开吧。我摇了摇头，他气坏了，把手里3块钱全压上，还想借钱没人理他，只好扔出1毛钱开牌。我故意把3压了一半，胡大壮以为是875，高兴的要收钱。我翻着白眼说：“咋的牌还没特么看呢？就尼玛稳赢了。”他慌忙把钱放下，亮出自己的267。我假装皱眉，碾开自己的357，然后蹦起来大喊：“啊哈哈哈，赢了！”全场都惊了，闷牌干死了看牌的，把钱全拿过来嘀咕道：“明天我就把张二牛告诉我的仓子套了，这不稳赢吗？分多少也赢了。”嘀咕完，胡大壮脸立马变了，刚才的火气全没了，眼神飘着不知道琢磨啥。他掏了几毛钱再玩几把，心不在焉的，输光就下桌了。我玩了一把没看牌就弃了，也出了小卖店，果然看见胡大壮往张二牛家走，我没理他，直接回了家，跟家人说第2天要进山，就接着研究鹿皮，越看越高兴，满脑子都是钱。第2天一早收拾妥当，灌了壶酒拴好狗，拿上2踢脚，赶爬犁去找小舅子。还没到老丈人家，就看见他穿猎装往山里走。小雷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我急忙喊。赵小雷回头笑着说：“姐夫，我寻思去附近转转，打几只跳猫子野鸡，顺便练练枪。得了，甭去了，回家说一声跟我进山。”我干脆道：“哎，姐夫，我这就回。”赵小雷一溜烟跑了，没一会儿就拎着布袋子回来。昨天去我对象家，我丈母娘给我拿了1锅粘豆包，咱们带着进山吃。她美滋滋地说：“粘豆包还有这好玩意儿呢。”2人赶爬犁进山，没去天仓子，直奔更远的地仓子。胡大壮指定会去天仓子，贪不贪都跟我没关系。到地方就开始捡跳猫子，都是之前下的套子。小舅子也带了50、60个新套，2人边捡边下，最后数了数，完整的加半拉的快50个，能卖不少钱。溜完套子赶爬犁去地仓子，跑了2个多小时才到。拴好马徒步找洞口，40多分钟才找到。小舅子没说话，就是有点紧张。洞口隐蔽上方有后双，肯定有黑瞎子。2人砍了水取柳树干，踩好逃跑的路，点起柴火，把56半给小舅子，让他瞄准洞口，自己左手拿水连珠，右手掏2踢脚，
用炭火点着往洞里扔，扔第3个时第1个响了，乒乓2声，震得浮雪哗哗落。扔完3个就往远处跑，身后立马传来黑瞎子的大吼声，停下端枪，看见一只黑瞎子从洞口钻了一半，被水曲柳树干卡住，小舅子连开2枪打在他脑袋上，黑瞎子直接掉下来不动了。也就200多斤刚成年，紧接着又钻出来一只，大小差不多。小舅子又2枪，一枪打脑袋，一枪打脖子，也倒了。俩人等了半天，没见母黑瞎子出来，壮着胆又扔了个2踢脚，还是没动静。正盯着洞口，拴着的狗突然凶叫起来。俩人转头一看，一只瘦得跟骷髅似的黑瞎子正往这儿跑。我急忙开枪，小舅子也跟着开，2枪下去，那黑瞎子倒了。俩人松了口气，赶紧给3只黑瞎子补枪。姐夫，这是咋回事啊？3黑瞎子咋还有个走驼子？小舅子好奇地问。我边取胆解释道：小黑瞎子跟母黑瞎子生活2、3年，母黑瞎子让他们先吃，入冬前小的攒够肥膘冬眠，母黑瞎子肥膘不够，冬眠中会饿醒出来找食。今天是被吼声叫回来的。小舅子取胆特快，刚取完一只小黑瞎子的铁胆，他就拎着一个大金胆回来了。另一只小黑瞎子是草胆，我愣了，一窝黑瞎子出3样胆，母黑瞎子瘦成那样还出金胆，差100多块钱呢，但心里还是高兴，这仨胆能卖1000多。小舅子蟹肉割了3只黑瞎子的鼻子和波棱盖，敲下獠牙，完事凑去，咱2人一起干活就是快啊，干活还得是人多。赵小雷笑着点头，呢，干活嫌人少，吃饭嫌人多吗？看手表已经11点，想去天苍子瞅瞅胡大壮，没跟小舅子说实情，只说赶爬犁往北走，路上递给他一根烟，没想到他还接了，只好再掏烟盒。正唠着，俩人突然看见雪地上密密麻麻的羊蹄印，还有几道狼爪印。小雷，明天咱俩来一次骑马狩猎啊！我说道。撵黄羊啊，姐夫。赵小雷惊讶地问：那你说咋样？我说不咋样，这黄羊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那得撵到啥钱去？他想打消我的念头，那种还是我自己去吧，你还是别去了。我平淡地说。姐夫，我可不是那意思啊，你要去那我肯定跟你去啊。小舅子急忙说。其实咱也未必撵不上，你看这黄羊群走的方向，还有这狼爪子印。我笑着说。赵小雷看了半天问：这不就是县城的方向吗？有狼群在撵羊群，那前面可能有大雪窝子，咱明天不骑马赶爬犁去，估计捡都能捡几只。我笑呵呵地说。赵小雷一拍大腿，对啊，我咋没想到呢？要不说姐夫你这脑袋根本就不是人脑袋呢。白了他一眼，这小子一激动就不会说话。到了天苍子附近，让小舅子看爬犁，把黑瞎子胆给他保管，借口溜上山岗。走了15、16分钟，看见山坳里冒烟，是大青羊旁边明火灭了湿柴火在冒烟，四处搜索，发现灌木丛上挂着一小条黑布，再走2、300米，就看见胡大壮躺在地上，脑袋流血，棉袄棉裤成了烂棉絮，还少一只鞋。我没凑过去确认是他就转身走了，谁知道仓子里的黑瞎子跑哪去了？别再撞上。回到爬犁边已经12点了，俩人赶爬犁找背风处吃饭，刚走不远，大黑突然叫了，解开狗绳，仨狗窜了出去，赶爬犁拐弯追上，跑了4、5里地，看见仨狗按住了3只小黄毛子，也就40多斤。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小的野猪少见的很，这么小的玩意儿咱们抓活的。我高兴地说。那姐夫。赵小雷也跃跃欲试，俩人拿麻绳跑过去，仨狗咬着小黄毛子的脖子不放，俩人抓住小黄毛子的前腿扯倒，膝盖压住肚子，用绳子捆好，很快捆完3只，大黑按住的那只流了点血，看那样能活。仨狗不干了，围着我们蹦叫，只好拿黑瞎子肉喂他们，没多久就吃得肚子溜圆，不闹了。俩人拴好狗，赶爬犁去之前搭的窝棚，今天刮风没找到合适的背风处，窝棚这儿省事，到地方拴马喂草料，架锅化雪烧水，水烧开后先把3个黑瞎子胆烫了，这可是1000多块的大事，烫完仨胆水不换，化雪水不容易到了白下，就着热水搁黑瞎子肉下锅，放了咸盐辣椒面，再砍根山花椒剁碎扔进去，盖紧锅盖炖着。小舅子在旁边烤粘豆包，10几分钟就烤热1层，俩人各啃6个，啃完再烤，没多久12个粘豆包全是牙印子，却吃得香甜。粘豆包吃完肉也熟了，喝碗汤就饱了。吃饱喝足赶爬犁回家，刚到村口就撞见张二牛，他看见爬犁上的3张黑瞎子皮，立马狂喜，没等他开口，先说明了情况，又拿出铁胆和草胆给他看。张二牛搓着手说：兄弟，你看我这也等钱用，要不我直截了当，这2胆不大，最多能卖500块，就按500算账。张二牛立马笑了，500就中，就按兄弟说的来，掏出7张大团结加1张5块递给他，500块的1成半是75块，你点点。张二牛数完乐开了花，兄弟办事儿就是痛快。我没说话，从爬犁上拿了2个黑瞎子掌，张二牛立马从兜里拽出个大布口袋，把掌放进去，又添了4块肉。我笑着说：不用这么高兴，等明天我把那个天苍子掏了，你还能分不少呢。张二牛瞬间不笑了，磕磕巴巴道：兄弟，那个你别生气，那个天苍子我告诉别人了，现在8成都掏完了。我脸色一沉，兄弟办事儿都这么痛快，你就鸡巴这么整啊？说完牵着马就往家走，到院门口脸上的气就消了，进了院喊一嗓子，家人全跑出来，搬肉的动作都熟络，留一半给小舅子，剩下的装缸的装缸，买血的买血，唯独看到麻袋里的小黄毛子，娘和赵雪兰格外高兴，决定2黑和3黑抓的一家一只，大黑抓的那只打蔫就留着不分，又赶爬犁送小舅子回家。到了老丈人家，抱了抱小姨子穆雪婷，她跟我越来越亲。小舅子卸完东西，叮嘱她别忘了明天赶爬犁去我家。我走了啊，拒绝了留饭，赶爬犁回了家。晚饭过后6点半，大队部的钟突然急促敲响，是集合的信号。老娘疑惑，这是又出啥大事儿了？我穿上鞋我去看看。出门一看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往大队部赶，互相打听出了啥事儿。我装傻也不知道，跟着往那走。
大队部挨着小卖店，人们聚在门口唠嗑，我一点不紧张，跟大家也扯着闲淡。等人来的差不多，大队书记牛一群清了清嗓子：“同志们，今天白天咱们屯的胡大壮同志进山打熊瞎子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可能发生了不测。像这种勇于跟破坏粮食的牲口战斗的同志，我们要去救他。所以，我宣布成立搜寻小队，每家的男壮劳力全部出动，最少5人，最多10人一组，即刻进山。有枪的全部带上，每个组里都要有民兵或猎户。出发！”底下立马炸开了锅，全是咒骂埋怨：“屯里这样的事儿多了，也没见你召集全屯人出动过。”还不是因为胡大壮是他侄子，这特么黑天半夜的还得进山，活鸡巴该！山财独享的下场。王丽想说话被我拉住了。老王家哥5个自然一组，回家换好装备，商定在我家聚齐。哥4个很快到了，每人都把砍刀蹲上长棍成了扎枪，找出家里的挂管和6发子弹。我问哥几个，你们谁会用挂管？二哥王顺说，我用这玩意儿开过几枪。我把挂管和子弹递给他，咱们走吧，不然老牛该不吃草了。大家哈哈大笑，跟着大队伍进山。一路上一帮人扯闲淡吹牛逼，压根不像去救人的。3个多小时后，到了天仓子附近的大青洋旁，月朗星稀，大家举着火把，可山里到处是黑影，只能分组寻找，到处是喊叫声和零星枪响。我们哥5个运气好，找到了一窝在雪窝子里取暖的飞龙，每人分了2、3只，都挺开心。1个小时后，有人在灌木丛底下找到了昏迷的胡大壮，人不人鬼不鬼，脚冻僵了，比麻赖子哥俩还惨。看出来他中途醒过，是爬到这儿来的。老牛家的人做了简易担架，把胡大壮抬上去，众人浩浩荡荡往山外走，没人给他做紧急处理。夜里天冷，解衣服容易冻着，除了老牛家的人轮换抬担架，其他人都躲得远远的，还时不时笑几声。我们哥5个拎着飞龙跟在后面唠嗑。回到屯子看了眼手表，半夜2点半，把2只活飞龙交给老娘，回西屋脱衣服就睡。这习惯是前世在监狱里养成的。6点就醒了，洗漱吃饭后，小舅子已经赶爬犁来了。俩人清点好装备，拴好狗，各赶一个爬犁进山，先溜套子再下套子。这次俩人一共130个套子，溜完收获36只完整的跳猫子，还有2只被啃的只剩半拉，直接扔了。溜完套子，去昨天发现黄羊蹄印的地方掐踪，不到半小时，小舅子在后面喊：“姐夫，要不咱们把爬犁扔这儿，骑马撵吧？”我喊回去绕过这一段再说。林子里赶爬犁太费劲，灌木丛缝隙就半米宽，马和爬犁根本过不了。半个小时后绕过灌木丛，蹄印却没了。俩人正犯愁，绕回原地时蹄印又出现了。原来羊群进灌木丛不远就出来了，绕反了方向继续掐踪，越走地势越高，黄羊往高山去了。雪地上还有狼爪印，还有老虎崽子、红狗子、黑瞎子的脚印，看得心里发慌。一路上捡到2个被吃剩的黄羊残骸，加起来不到30斤肉，只剩大腿和脊骨。下午1点多，俩人饿坏了，马和狗也跑不动了，找了个被风处之锅，小舅子8跳猫子皮喂狗，我炖肉热大饼子。黄羊残骸冻得硬，拿砍刀剁不动，干脆找了板斧，几下就肢解了，剁掉被啃过的地方，只剩6个完整大腿，2个半拉大腿和2根脊骨，脑袋和脖子全扔了，往锅里装血，放进剁好的骨头肉，加了咸盐和辣椒面，盖锅炖着。小舅子凑过来说：“姐夫，要么就这么囫囵个烤吧。”白他一眼，那得烤到啥时候去？还干不干活了？晚上再说吧。小舅子兴奋道：“咱们今晚不回去啊？”我无奈，咋的？这死冷寒天的，在山里猫一宿好玩啊？那多刺激啊！小舅子傻了，你是跟人不一样。俩人啃着冻得梆硬的玉米面大饼子，拉得嗓子疼。突然想起爬犁上有壶高粱烧，昨天忘了喝，拧开盖子闷了一口，浑身立马热乎了。我递过酒壶，小雷你抿一口不？小舅子眼睛一亮，酒啊，那高粱烧，一口直顶脑瓜门。小舅子接过去喝了一大口，被辣得直吐热气。这死冷寒天，喝2口酒别提多爽了。俩人饿得快虚脱，一口高粱烧下肚，立马不饿了。每人再喝2口，拧上酒壶，喝多了耽误事儿。赵小雷恋恋不舍盯着酒壶，我没理他。俩人坐在火堆边等肉熟饼子热，3狗吃了跳猫子，这会儿正围着锅流哈喇子。赵小雷带了2个红松木碗，是老丈人凿的，糙是糙却挺硬，肉熟了捞出血沫。俩人各盛一碗汤，喝着格外香，没有山花椒也不影响滋味，比熊瞎子肉汤、野猪肉汤强多了。喝完汤啃肉，筋道耐嚼，再就着大饼子，4个全造了，勉强管饱。收拾好锅碗，等2匹马吃完草料，赶爬犁继续掐踪。下午3点多，太阳快下山时，拴在爬犁后的大黑突然狂吠，3狗全龇牙咧嘴。俩人下爬犁拎枪牵马，警惕往前挪，走了2、3里地，狗才消停，又走10几里地，太阳贴地皮了，3狗在狂吠，大青马狂躁不安。赵小雷好半天才安抚住，眼看天要黑透，3狗彻底疯叫，大二马也焦躁跑体，往前一看惊呆了，一片洼地里，一个雪坑困住了120-130只黄羊，有的已经死了，坑边10几只狼来回徘徊，远处还有20几只狼在啃黄羊。俩人已经深入深山，离屯子150-160里地，这地方很少有猎人来。赵小雷安抚好大青马，凑过来一看，当场懵了，卧槽卧槽，哎呀卧槽，太牛逼！咱俩明天捡羊，虽然狼吃饱了不太可能攻击咱们，但今晚咱俩一定要枪不离手。我看着那群羊说道：“那姐夫，你说这狼咋就这么厉害，还会把羊赶到雪窝子里慢慢吃？”赵小雷惊讶地问道：“狼本来就非常聪明，特别是有头狼在的狼群，简直连命也可以不要。”我说完，随即把上次和郭大林在山里砍树打狼的事儿也说了出来。赵小雷听完，直接来了一句：“卧槽，那么粗的树，你们2人就给干断了，你们真牛逼！”我没好气白他一眼。别卧槽了，抓紧整柴火去，咱们去刚才路过的那个山坎子过夜，那里有个山洞。哎，好嘞，姐夫。赵小雷笑着答应一声，就掏出来板斧，俩人一个砍一个捡，很快装满2爬犁柴火。到山洞时天已全黑，俩人在洞口生火，给马喂了草料。赵小雷8跳猫子皮喂狗，剁黄羊腿炖肉烤羊腿。进山洞查看，里面有乌拉草帘子和柴火，还有只耗子窜进洞里，
看来这山洞以前有人住过。收拾好草帘子，俩人又喝了2口酒，不敢多喝，怕睡太死。仨狗时不时叫几声，俩人轮班守火堆，一夜倒也平安。第二天一早，等太阳全升起来，才敢爬犁过去。远远就看见雪坑出口处，一只大雄霸正跟10几只狼干架。姐夫，你快看，他们干起来了！赵小雷小声却很激动地说道：“那咱们今天能捡便宜了。”雄霸只顾啃黄羊，偶尔扒拉一下狼，一扒拉就废一只。10来分钟后，10几只狼就剩5只，没多久也全退走了。紧接着一个灰影窜出来，叼起小黄羊就跑。姐夫，快看，那是啥窜出来了？蹭蹭的真叫快！赵小雷惊讶却急促的低声问道：“那就是老虎崽子。”我随意的说道：“这玩意儿的老饿了吧？”赵小雷低声问道：“我没工夫搭理他。”几只狼已经窜过去围住老虎崽子，老虎崽子放下小黄羊扑向狼，几下就被狼咬中后腿，瘸着跑上树。狼蹲在树下守着，前后不到半分钟，这波刚平，20多只黄喉貂蹦出来，直奔那只小黄羊。几只狼又窜出来阻拦，双方立马掐在一起。黄喉貂灵活咬上就不撒口，狼浑身挂彩。紧接着20多只红狗子柴冲出来抢黄羊。林子里最后10几只狼也全出来了，领头的正是头狼。混乱的厮杀彻底开始，狼刚跟雄霸、老虎崽子、黄喉貂打过，这会儿又跟红狗子死掐，俩人彻底看懵了。这辈子能见到一次这种凶兽混战，够吹一辈子牛逼了。几分钟后，战场更惨烈，狼、红狗子、黄喉貂倒了一片，他们族群意识极强，抱团死掐。守在树下的狼也加入战团，狼群稳住阵型，双方陷入平衡。只有熊皮不管不顾，一门心思啃黄羊，杀吧，狠狠杀吧，整死一个少一个。赵小雷激动的低声嘀咕，我笑着点头。他又问姐夫：“这么老多东西，咱们好像拉不过来呀，咋整？能拉多少拉多少呗，明天再来一趟就行了呗。”不到20分钟，厮杀平息，30多只狼只剩4只，红狗子剩5只，6只黄喉貂拽着小黄羊，无视对峙的狼和红狗子。熊皮还在啃羊，老虎崽子藏在树上看不见。又等了会儿，狼和红狗子也各自吃起羊来。姐夫，你说这群狼到底图啥呢？赵小雷叹着气问。脑袋有病呗，仗着自己牛逼就装逼呗。我淡淡回，走吧，现在是旁顶风不把握，咱们绕到正顶风处，把他们都干死了就完活。我笑着说，好嘞，姐夫。赵小雷立马精神起来，俩人退回去，没敢爬犁，没牵狗，小心翼翼靠近。10几分钟后，在300米外停下，再慢慢挪。姐夫，老虎崽子。赵小雷突然低声说，那没看见，那棵松树上最大的那个枯树丫。赵小雷道，我仔细瞅，才看见藏在枯树枝里的老虎崽子，颜色跟树干差不多，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他盯着狼群，俩人在下风口没被发现。我数123，咱们同时开枪。我小声说123，砰砰2声没同步，但老虎崽子中枪，从树上掉了下来。洼地里的熊皮、红狗子、狼和黄喉貂听见枪声全跑了，俩人不管老虎崽子，往洼地跑。赵小雷边跑边拉枪栓，赶到时只剩熊皮的背影，俩人端枪就打，直到看不见他才停。你打中了吗？问小舅子。我至少打中他3枪，没打死。不知道啊。赵小雷答得干脆。我瞅他一眼，啥也没说，走向满地死牲口。他屁颠屁颠跟着。你倒是去把老虎崽子拿回来啊！你跟着我干啥？我问。好嘞，姐夫。他转身回去，我对着还在挣扎的狼、红狗子和黄喉貂开枪，直到56半只剩20发子弹，又掏出手枪接着打，不敢靠近，怕野兽诈尸。赵小雷拎着老虎崽子站在我身后不说话，打完回头皱眉，你不给老虎崽子扒皮，你瞅啥呢？他一愣，笑着问姐夫，你不摸一把呀？这玩意儿皮毛真好摸，比跳猫子皮毛摸着还舒服。我摸它干啥？麻溜干你活得了。我哭笑不得，转身聚拢兽尸。狼和红狗子的皮能卖钱，黄喉貂的没用，先不管。血窝里还有100多只黄羊没处理，清点后，狼尸36只，红狗子21只，还有老虎崽子14张狼皮，7张红狗子皮废了只能做褥子，黄喉貂皮没伤却不值钱，就给赵小雷。小雷去赶爬犁，你挑好皮毛的狼包皮，注意安全。大54你拿着一会儿还我。你那水帘珠开枪太慢，把枪递给他，转身就走。知道了，姐夫，你放心吧。10几分钟后赶到爬犁处，把大二马拴在大青马爬犁后，赶着出发。大青马靠近狼尸就狂躁，想起郭大林说马喂肉能壮胆，就割了老虎崽子的肉喂大马，他竟然吃了。喂大青马时他躲，硬塞进他嘴里，他受惊直立，把我带离地面，最后还是把肉吃了。再靠近狼尸就赶走了，把爬犁拴好。赵小雷已经包了4张狼皮，我去抓活黄羊，一共抓了24只，6只公羊，18只母羊。赵小雷也包完了好皮毛的狼和红狗子，俩人把死黄羊皮毛和跳猫子放爬犁底下，活羊放上面，赶爬犁回家。下午3点多到家，走了快6个小时，人马狗都累坏了。你俩这是掏人家羊圈去了？娘看见满爬犁羊，惊讶地问：掏什么羊圈啊？没看这是黄羊吗？我有气无力地说，边卸马边安排。雪兰，快去给我2整点面条，多整点啊，再烧一锅水。这两马这2天净啃血了，哎，我这就去。赵雪兰转身进屋，这玩意儿这么好抓呢吗？父亲皱着眉问。我眼珠一转，对赵小雷说：小雷，快给你大爷大娘讲讲咋回事。说完就去拴狗喂狗，喂完就看见爹娘边卸车边听赵小雷讲的张牙舞爪，给每匹马2大碗玉米粒和1把咸盐栗子。吃面条时，赵小雷说：姐夫，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些活着的黄羊我也不想养，你就都留下吧，行不？那咋不行？那就把那些死的多分你一些。边吃边说，死的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啊，要不姐夫你受点累都卖了得了，随便分我点钱就行。赵小雷笑嘻嘻地说。赵雪兰捂嘴偷笑，嘴里的面条都忘了咽，直勾勾瞅着他，你是真不要个脸啊，那么老多还让我受点累，来你告诉我，这个点有多大？我有劲儿，我负责搬运。赵小雷笑得没不好意思，我怔怔看着他，你这个大脑瓜子绝对没白长，坑你姐夫老顺溜了。他嘿嘿笑不反驳。吃完面条，约定好明天早点进山。赵小雷拉了3只死黄羊回家，看着满地黄羊尸，又惦记着那只受伤的熊皮，头疼，这么多肉卖给谁？爹娘在家扒帐子捐黄羊，我上前帮忙。这季节埋木桩费劲，地冻得硬，娘你进屋吧，我跟我爹整，顺便画只黄羊，咱们晚上炖羊肉。
接过大锤说：“天天就知道吃。”娘白我一眼，拽着一只死黄羊进屋了。爷俩在寒冬里抡大锤挖坑，吭吭声不停。县城医院里。一间病房内，一个满脑袋纱布的病人猛地坐起来，摸着没了脚的左腿嘶吼：“我的脚呢？谁把我的脚砍掉了？我的脚整哪儿去了？”医生和护士赶来，男医生训斥：“嚎什么嚎？能保住命都不错了。”病人家属呢？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影响到别的病人。再嚎就滚回家去。说完就走，护士也跟着离开，只剩一个穿补丁衣服的女人站在床边，面无表情瞅着窗外。臭娘们，我的脚呢？说。胡大壮对着女人怒骂：“胡大壮，你脚冻掉了活该，两耳朵冻没了更活该，你命咋不没了呢？”女人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个臭娘们，我特么打死你！”胡大壮想下地，没站稳又坐下。伤口疼得哀嚎，还不停骂骂咧咧。女人就那么看着他不上前。此时田秀英、田秀兰姐妹俩躺在前往槟城的火车车座底下，她们没介绍信，只能滚火车皮逃票。火车没有暖气，地板冰凉，没人知道到了槟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几百里外的苏家屯，麻赖子哥俩已经能自理，右胳膊都用麻绳吊在胸前，只能用左手。媳妇跑了3天没归，家里乱得像猪窝。俩人正吃着黑黢黢的烧土豆，嘴还肿着，不时疼得哼叫，却没人敢提找我报仇，是真被打怕了。2个多小时后，我和爹终于把羊圈围好了，24只黄羊有了新家，加完8帐子。给黄羊扔了几捆玉米秸秆才回屋。娘和赵雪兰婆媳俩刚剥完黄羊皮，羊冻得太硬，主要耽误在化冻上。晚上8点，一家人点着煤油灯吃黄羊肉。小妹王小丽边吃边嘟囔：“好吃，真好吃。”吃着吃着，小妹突然说：“大哥，你以后白打猪了，就打羊吧，羊好吃。”全家人先是一愣，随即全笑了。钟小妹说：“打啥大哥就打啥。”我笑着说。小妹嘴里嚼着肉，点了点头，又惹得全家大笑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赵小雷就来了。我和我爹已经准备好，3人各赶一个爬犁进山，没带狗，要拉的猎物多。我爹带了个6、7米长的钩子，说是拽羊用。3人一路没耽搁，3个半小时就到了洼地边缘。我爹左右看了看，把一根麻绳拴在钩子尾部，拽了2下是结实，对我吩咐：“小远，你下雪坑，用钩子勾羊下巴。”我跟小雷往上拽，赵小雷立刻说：“大爷，还是我下雪坑，您跟我姐夫拽吧。”说着就要跳，我拽住他：“听你大爷的安排，咋这么不听话呢？”我看准一块没被踩过的雪跳下去，直接没影了。我爹和赵小雷愣了愣，刚要喊我就钻了出来，左手拿着满是雪的帽子，右手摩挲着头上脸上的雪。我气急地说：“哎呀，我草大意了，帽子特么掉雪窝子里了，让我这顿瞎摸索。”2人瞬间无语。过了会儿，我爹怒气不争：“20来岁人了白活。”赵小雷憋得脸蛋子都变形，想笑又不敢笑。3人开始拽羊，配合得挺默契。我在雪窝里勾黄羊，他俩在上边拽，累得我手脚并用，连爬带滚，雪还一个劲往脖领子里钻，冻得直哆嗦。有的黄羊冻在雪里，还得用板斧砍，更费劲。中午12点多，所有黄羊尸体都拽完了，我爹把钩子扔下来，想和赵小雷把我拽上去。我双手抓住钩子，他俩往上使劲，眼看就要上来，钩子和木杆连接的细麻绳突然断了，我抓着钩子往后倒，大喊哀草，噗的一声又躺进雪坑没影了。他俩抓着木杆，也被惯性带的躺倒在地，3人都没摔咋样。我爬起来，瞅着钩子气愤地说：“哎呀，我操，这特么钩子跟我有仇，有个鸡毛仇！你麻溜给我上来！”我爹边往下伸杆子边生气地喊。我拽着杆子，小心翼翼爬了上去。清点后，这次拽上来86只黄羊，加上昨天的40只，一共126只。拽出1只小黄羊，准备中午吃，再把狼尸、红狗子尸装上，剩下4只皮毛破损严重的红狗子直接扔了。3人赶爬犁去了之前住过的山洞，这里被风还有柴火。我剁下小黄羊4条腿，交给赵小雷剥皮，他剥得比我快，再把剥好皮的羊腿剁成小块。我爹已经喂好了3匹马，正生火化血。3人抽着烟等锅开，我拿出酒壶刚要抿一口，就被我爹抢了过去。我满脸无奈，谁让他是我老子？我爹喝了2口，递给赵小雷：“大小子来喝点热乎热乎。”我伸出去接酒的手尴尬地缩了回来。赵小雷要递给我，我摆了摆手：“你快喝吧，别让了我还等着呢。”赵小雷笑了笑，喝了一大口再递给我，一口酒下肚，浑身的寒气都散了。等他俩再各喝一口，直接把酒壶收了起来。喝多了耽误事。黄羊肉熟了，咬出血沫，给爹和小舅子各盛1碗汤和肉，自己直接用勺子吃。肉吃完，3人意犹未尽，再喝2碗羊汤，吃2个大饼子，就收拾东西往家赶。天完全黑下来，5点多的时候，3人才到家。赵小雷说怕家里人担心，卸了大青马骑着就走了。我想完，被赵雪兰拽住了。晚上吃过晚饭，浑身冒凉气，知道是上午在雪窝里冻的。到了小傍晚，路边人参酒喝下去，劲儿太大，浑身火热。这酒里的棒槌至少50年往上，直老鼻子前了。早上起来神清气爽，说好今天不进山，得想办法卖掉好几千斤肉。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3个二代，孙志强他们人脉广，处理这点肉不难。吃过早饭，检查好子弹和枪，往爬犁上放了3只黄羊，赶去县城直奔县政府。门卫大爷拦住我：“小伙子，你找谁？”我满脸堆笑，掏出烟给他点上。“您好，大爷，我是孙志强的朋友，他让我来找他。”没听说他在这有什么朋友啊？大爷疑惑地思索着，笑着等了半天，见他没反应，忍不住抬高声音：“嘿，大爷，你干啥呢？”大爷白我一眼，抽了口烟，等着我去给你喊去。等了足足24分钟，孙志强才跑出来，开心地打招呼：“你咋才来找我啊？不够意思了。”这话说的好像你想我了一样。我笑着问：“我在这等了25分钟，你咋才出来呢？”孙志强一愣，不满地说：“哪有25分钟那么长？曹大爷喊我就往外跑，鞋都要蹬飞了，比大熊皮撵我屎跑的都快，你还嫌慢。”心里怀疑那曹大爷是去拉屎了，没再多纠结。孙哥，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，让你尝尝啥叫山珍美味。我笑着说。孙志强来了兴趣，跟着我走到爬犁旁，掀开乌拉草帘子，露出里面的黄羊。卧槽，黄羊，这是黄羊吗？孙志强满脸激动：“那咋样，老好吃了？”我笑着答：“兄弟，还是你够意思。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只合适？草咱这关系，几只羊要鸡毛钱，你给钱不就是打兄弟脸吗？”我故作生气。孙志强愣了愣，立马明白了我有求于他，
收起激动看着我干脆直说：“孙哥，我这次整了不少黄羊，还有狼肉、红狗子肉，想找你帮忙卖掉。就这事儿。”孙志强松了口气，得有7000来斤，还别说7000斤，就是7万斤也没事儿。现在肉缺得很。孙志强毫不在意，内中这事儿就麻烦你了。我赶着爬里，先把3只黄羊送到孙志强住处，再按他的要求拉着他去了政府食堂。有孙志强在，食堂主任痛快答应要10只囫囵黄羊，5毛钱一斤。随后又去了供销社，采购主任姓魏，孙志强叫他魏叔。魏主任还训了孙志强几句，孙志强只是嘿嘿笑。说明来意后，魏主任很吃惊，说供销社只收去头、去皮、去内脏的白条。我这没问题，魏叔，价格咋算？黄羊8毛钱一斤，狼和红狗子2毛5，咋样？那太可以了，魏叔。我说啥都得给你整只黄羊吃，假装激动，你这还要拉我犯错误，可不行啊。魏主任笑着说，那不能够，不值钱的山货而已。侄子看叔叔拿只羊没毛病，哈哈哈！你这滑头小子！魏主任大笑，约定好大后天送白条过来，就离开了供销社，走到爬犁旁。我说孙哥多谢的话不说了，山里玩意儿想吃啥跟我说。孙志强直说，还真有，我家老爷子年轻时候吃过猞猁肉，还想再尝尝，你帮忙留一点。我一愣，随即笑道，孙哥你真能掐会算，我家还真有，就是这玩意儿不咋好吃，明天往食堂送羊，我给你带来。卧槽兄弟，你这样牛逼，猞猁都能打到。孙志强比我还惊讶，碰巧而已。哈哈哈兄弟，你现在绝对是头子。过些天等他俩来，我们找你进山玩玩。走吧，孙哥，我先送你回去，我得抓紧回去剥羊皮。孙志强笑着说，哈哈，行走吧，我也不留你了。送孙志强回政府，赶爬犁往家走，没出县城，就见派出所附近2帮混混打群架。我没理会，一路疾驰，合计好家里的羊，留20只自己吃送亲戚，卖73只，再送魏主任1只，狼和红狗子全卖。刚拐过一个弯，就听见女人撕心裂肺的哭，骂了句又是这破拐弯。我掏出大54上膛揣好，56绊在草帘子底下懒得拿。拐过弯，就见一个男的拖着个女人往树林里走，骂道，臭娘们儿，你最好麻溜儿跟我走，不然我弄死你。女人反抗，哭着喊我不答应，我就是不答应。男的边踢边骂，你男人都将你敌给我了，还敢反抗？拴好马！我喊黑看不到来人了。男的不耐烦滚一边去，没看大爷忙着呢吗？我火了，哎呀，我就草泥马了，你跟你爹也这么说话呀？男的回头愣了下，我倒是谁这么横了？原来是林大疯子，我也愣了，是县里放高利贷的秋八，压着火逍遥，这不是八哥吗？这不放印子咋强整海马子了？秋八语气不善，这娘们他男人欠我钱，把他抵给我了，我揍他有毛病吗？女人哭着喊，林远林远，求你救救我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报答你。我认出是胡大壮媳妇白素芳，秋八眼神变了，老弟你这是几个意思呢？这人你是想阴老北，不想惹事？我问欠你多少钱啊？我看我这够不？秋八见我服软更横了，咋的？你想踢他了？我烦了草泥马的，给你脸了吧？一拳打在他3叉神经上，秋八没防备，晃了晃脑袋，俩人手脚并用互殴，他比我能打还练过。没一会儿我胸口挨一脚，躺地上了。秋八扑过来，我趁机掏枪指着他。秋八嗤笑，老弟保险知道咋开吗？砰的一声打穿他右膝盖，他惨叫着跪下。我站起来，从他后腰搜出一把丑事左轮揣兜里，乐呵的把该收的钱收了多好，非得要多整点。秋八捂着腿，兄弟我认栽行不？我气骂，现在才认栽早干鸡巴啥了？你特么傻逼吧？我看着白素芳问嫂子，你看这事儿到这地步了，该咋办啊？白素芳激动，杀了他，杀了这个畜生！我说好，那就听嫂子的。我把左轮递他，刚说瞄准脑，砰的一声枪响，接着又是2枪，还有击锤空响。秋八脑袋中3枪，直接倒了。我拿过左轮，问以后啥打算啊？白素芳平静，我也不知道。听说田秀兰她们姐妹俩跑了，我一愣摇头。这年代没介绍信，俩女人不好活。我问咋的，你也想跑啊？白素芳说我不跑，我也没处跑，跑出去除了卖也活不下去。掏秋八的兜，搜出2800的大团结，不少票和欠条，还有一把匕首，全揣兜里。白素芳问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他们跑的吗？我说你是咋知道的？白素芳说是周巧云告诉我的，而且周巧云和你的事儿我也知道。我边拖秋八尸体边说这事儿周巧云都跟你说啊，你俩关系挺好啊。白素芳说我俩就是同病相怜而已。我说走吧，咱俩先把他处理了。俩人把秋八绑爬犁上，拉到大沟旁，把衣服焚烧，尸体扔沟里，然后回屯。快进屯时，白素芳说我下乡的时候，我父母给我一个东西，你一会儿能来我家帮我看看，然后帮我卖掉吗？他现在还在医院呢。我说什么东西？白素芳说我也不知道，你一定要过来啊。我说对了嫂子，这钱得分你一半，现在先不要给我到时候会去找你要的。路过他家他又提醒别忘了。知道了嫂子。我赶爬犁回家，卸了马，看到小舅子的大青马，就知道他来了。院子东北角，一家人，小舅子还有周巧云正围着火堆给猎物化冻扒皮。他们见我回来，都一脸询问，把卖肉的事一说，所有人都笑了。我去上个茅房啊，喊了一声回屋查钱，正好2800块分成2份，抽10张揣兜里，又数了票，细粮票300斤，粗粮票600斤，糖票30斤，油票30斤，布票3匹，抽了5张细粮票和5张粗粮票，剩下的放炕情里，然后去白素芳家，到他家烟囱冒烟，推门进去，白素芳正坐在灶坑烧火。嫂子这么早就烧火做饭了？白素芳笑，没有就是烧下炕，这屋里3天没烧火了，冰房冷屋子的。俩人没话找话，气氛尴尬。我问那个嫂子，你家大哥现在咋样了？白素芳恨意十足，还带点高兴，一只脚冻僵了，医生给砍掉了，2只耳朵冻没了。哦这样啊，那他自己在医院能行啊？白素芳说，老牛去了我就回来了。那你明天还去吗？不去了，医生说明天就出院了。说完他起身插上门，顶上木棒子，微笑着说，走吧，咱们进屋吧。进东屋见炕上没叠被褥，坐下后白素芳缓缓褪去厚重棉袄，鼓足勇气靠近过来，声音微微发颤。她轻声开口，巧云姐跟我说，要勇敢一点，主动一点，才能试着放下心结。你能接纳我吗？我心头一软，不再犹豫，伸手轻轻抱住了她。平复过后，我轻声问道，你这般主动是心里藏了什么心事吗？白素芳靠在我肩头，语气疲惫又落寞，我只想好好做一回随心的自己。
从前的日子过得压抑又煎熬。巧云姐说，人与人之间相伴的温暖是能治愈人心的。我一直半信半疑，只想亲自试着感受一次。我轻声追问：那这一次你心里觉得他是舒服吗？他轻轻点头，很安心。自从下乡以来，我从没这般放松过。看着他难得舒展的模样，我温声回应，陪着他静静依偎，好好抚平他连日的委屈与压抑。过了许久，我看着神色柔和的他，轻声打趣：你从前总说日子满是煎熬，可如今这般安稳放松的样子，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呀。白素芳愣了愣，脸颊微红，浑身卸下了所有紧绷，已然疲惫不已。我轻轻将她拥紧，两个人相互依偎着，沉沉睡了过去。医院里，胡大壮躺在病床上哼哼唧唧，招人烦还怕冷，让牛一群一直添煤，煤烧完了，牛一群去要煤背对，又去要了半麻袋木头棒子，也很快烧完。牛一群没辙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梦里撞见不好的画面，梦见家里小弟遇上凶险之人，瞬间吓得猛然惊醒，回过神才发现是身旁的白素芳下意识依偎磨蹭，动静惊扰了我。我轻声提醒她调整姿势，慢慢放松下来。过了片刻，我开口问道：你今天格外不一样，行事举动完全不像平日里的你。白素芳脸颊泛红，说话磕磕绊绊，是巧云姐跟我说要学着主动一点，多顺着你的心意来。她神色朦胧，整个人软乎乎的，透着几分慵懒疲惫。良久过后，她浑身脱力，软软靠在我身上，没了力气。等两人都平复下来，我看着她认真问道：现在能好好说了，你到底心里在盘算什么？白素芳语气带着几分娇嗔：你就不能温柔一点，缓一缓吗？非要这么心急？我淡淡调侃：好好讲话，别闹小脾气。白素芳抿着唇，没了往日的底气，气鼓鼓说道：行。白素芳变回原样。好了，我说还不行吗？我想回城回上户。我惊讶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前年南云那边已经闹起来了，并且已经成功了。我如果不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就会一辈子离不开这个鬼地方了。他哭了，求求你了，林远，你帮我回城吧。老牛那个老不死的，一直卡着我的接收函不给我，我去知青办，他们都是本地人也不帮我，我怒火中烧。好，我尽快帮你办。边穿衣服边琢磨，白素芳回城的事得赶紧办，睡都睡了，总不能白睡。再说这事儿本身就气人。林远，谢谢你，我会报答你的。白素芳收好情绪说道：我说之前你不是还要给我当牛做马了吗？这么快就改主意了？牛和马不就是为了骑吗？我这不是已经当牛做马了吗？白素芳白了我一眼，多少有点脸红的说道。我顿时怔住，合着当牛做马是这意思？我念书不好，还真有点糊涂。穿完衣服下地，才想起钱和票没拿，掏出来递给他，先给你一部分，剩下的你需要时跟我说。你还挺有心的，想的还真周到。白素芳笑着说道。胡大壮回来后你打算咋办？这事我没法帮你。没事的，他没残的时候我怕他，现在残了我还怕他。我要把这几年受的苦挨的打拳还回去。白素芳一提胡大壮就咬牙切齿，那就这样，我先回去了。说着开门就走。到家时，家里人跟周巧云、赵小雷还在忙，黄羊郎和红狗子处理了大半，赵小雷扒皮开膛的速度4、5个我加起来都比不上。娘白了我一眼，气呼呼的说：懒驴上磨屎尿多。我没犟嘴，看了会儿觉得没意思，又看了眼表，快一点了。这会儿真饿了，大家都在忙，不敢叫人做饭，怕挨打，干脆自己来。喊了一声我去给你们做饭了啊，等会儿做好了叫你们。我决定包饺子，拿出13、4斤冻黄羊肉和2、3斤黑虾子肥肉，切馅拌酱和葱花，顺时针和楞均匀，尝了尝咸淡，又加了点盐。拿6碗白面和面醒着，又往10印大铁锅里加了大半锅水，架上粗木头烧火。包饺子快不用擀面杖，拍扁面块摞起来，两手捏面皮，一次能捏10张，包起来3秒钟2个，没一会儿就包了500多个，装了9个盖帘，水开了，抻着脖子喊吃饭了。饺子得分2次煮，又扒蒜杂蒜，大家进屋见是饺子都挺高兴，娘更是夸大儿子，你终于干了一回人事啊。